全都是废物！老爷息怒，少爷吉人自有天相。苏国公，公子头颅受损，气血淤堵，已经断气了。我的儿啊，言儿，你不能死啊！苏家5代单传，不能到我这里断了根啊！只要你醒过来，爹再也不逼你读书，再也不拦着你斗蝈蝈，这个家你随便拜。老王别摸了，你来商 K 好歹唱首歌啊！还有老李，让你唱歌，你他娘的哭丧呢！什么局？老王玩这么花，还有古装 coser。公子，是真的公子，有温度的。言儿，我的儿啊，你终于醒了！放手，要死了！我穿越了，大前苏国公府，那个败家子儿苏颜，父亲是开国功臣，只要不造反就能一辈子吃喝玩乐，妻妾成群。哈哈哈哈！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，老子5年穿越指南没白做。言儿，你放心，等你伤好，爹就带你去面见陛下，让他给你做主。陛下会帮咱们吗？你可是陛下在下亲封的安宁公主未婚夫，他还能让自己女婿受委屈？啥？公主未婚夫？忘了也没事儿，爹给你说清楚，你和安宁公主的婚事是陛下亲赐的。爹，我有事和你单独商量。爹，这婚约咱们能不能不要？你说什么？你以前不是天天盼着娶公主吗？薛有伟敢下死手，肯定是上官中指使的。他心意安宁公主，一直想弄死我。上官家是皇后本家，咱们惹不起。再说娶了公主就不能随便纳妾，她要是怀不上，苏家怎么传宗接代？你说的好像还真有道理。只不过君无戏言，陛下已经昭告天下，这婚事改不了了。你好好养伤，爹会为你讨回公道的。公子，你吓死我了！原主这个畜生！小爹别哭了，公子以后再也不打你了。谢谢公子，谢谢公子。咱们府上没有冰块吗？府上已经很久没用冰块了。什么？堂堂国公府竟然穷到连冰块都用不起，不行，必须赚钱。娘娘，夜深了。陛下这么晚了，怎么想起来立正殿？刚批完奏章，见你这儿还亮着灯，就过来看看。昭宁大婚还有些时日，你身子本就不好，没必要这么赶。臣妾只是有些失眠，闲着也是闲着。这嫁衣早日做好，也好让昭宁和苏颜试试合不合身。有件事你可能还不知道，今日那苏颜和薛家小子打架，伤及脑部，差点殒命。怎么会下这么重的手？苏颜好歹也是将来的驸马，他们真敢闹出人命？这些小辈没一个省心的。陛下，你可一定要为苏颜主持公道。苏颜虽然顽劣，但本性不坏，只是从小无人管教，才误入歧途。真没想到你会替苏颜说话。薛家与上官家关系可不浅，朕之所以和你聊这些，就是想看看你是什么态度。这么多年，臣妾可偏袒过谁？等苏颜伤势好转，朕就召他们进宫。陛下，臣妾一直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。苏颜无人管教，要不让她去国子监读书，也可以与昭宁多接触。那丫头对这门婚事可是反对得很。那丫头甚至扬言要处理内堂，用功劳让朕收回赐婚。只是你管理后宫和内护，又操心小辈，你这身体……顺手之事。陛下，冰都化完了，快喝。这冰在冬天烦人，在夏日却是个好东西，可惜贵。所有店铺都是亏损状态，这些人干什么吃的？公主息怒，帝都各行各业都被氏族掌控，咱们的店铺被挤压的很难生存。士农钢商，那些氏族嘴上鄙视商人，背地里却个个和商贾勾结。为了不嫁给苏颜那个顽徒，我夸下海口要解决内苏问题。可娘，
花了上万两银子，不仅没赚钱，连母后给的本钱都快亏没了。如果父皇执意让我嫁给苏颜那个人，我就去。公子，小蝶不是故意睡着的，请公子不要责罚。放心，我不会责罚你。扶我起来。给我拿纸笔过来。这么多年，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公子拿笔。小蝶，如此匆忙干什么？可是公子有事。拿笔了。我们家妍儿拿笔了，哈哈！快去让工匠好好打造，用完把图纸拿来，老夫要供奉到祠堂，让列祖列宗都看看。妍儿，怎么不在床上多躺躺？昨天可是在阎王殿走了一遭。爹，我没事了。没事就好，爹已经给陛下上奏，过几天咱们就去朝堂和薛家对峙，正好去见见皇帝，看看能不能把婚约退了。妍儿今日怎么想起舞文弄墨了？家里太热，想做个小玩意儿。这是永兴坊最好的冰饮，快吃了，一碗要500文呐。500文一碗，2碗就是1两银子。爹，咱们一起喝。以前妍儿有好东西都是独占，从来不会想着我。爹，这冷饮坏了吧？怎么这么酸涩？没有啊，糖不就是这个味道吗？原来大钱的糖都没有提纯，这简直是天大的商机。爹，我想做生意。不行，我们苏家满门忠烈，怎可沾上铜臭？这是祖训。怎么还有这种祖训？难怪苏家会败成这样。做生意亏的钱比赌博还多，我绝不同意。爹，只要你让我做生意，我以后再也不赌博了，而且我不用苏家出1分钱。这小子虽然不靠谱，但这次好像是认真的，而且他不用苏家出钱。好吧，但你不能顶着苏家的名头做。太好了，提纯白糖加制冰，我要让整个帝都为我的冰饮疯狂。上一世是孤儿，没想到穿越过来能有这么疼我的爹。等赚了钱，一定让他过上好日子。苏颜，太好了，我还以为你死了。有话好说，别动手动脚。你身上怎么有股屎味儿？我趁守卫换班，偷偷去薛国公府大门泼了屎。牛逼，牛逼为何是我？对了，李治，你有钱吗？还有几两，这点哪够？去找你母后要几百两，哥带你赚大钱。你又搞到好蝈蝈了，能不能有点出息？从今以后，哥们儿不赌了，你也别赌了。斗蝈蝈纯属玩物丧志。这是苏颜能说出来的话。听哥的，等咱们有钱了，带你玩更好玩的。几百两拿不到，最近内度空虚，父皇母后的吃穿用度都缩减了，我每个月也就50两，50两也行，总比没有好。公子，东西做好了。苏颜，这是何物？这可是好东西。小蝶，图纸呢？图纸给老爷了，他说要拿去供奉在祠堂，让列祖列宗都看看。我爹真是个人才。小蝶，试试，抓住那个把手摇动就行。公子真的不需要太用力啊，还能接到风呢。这么几块破木片，竟然能摇出这么大的风！老夫做木工几10年，第一次做出如此精巧之物，多谢公子。你们这反应也太大了吧！记住，手摇风扇的制作方法绝对不能外传，否则后果自负。苏颜，这风扇能不能给我一台？皇宫里冰块根本不够用。老刘，府里6个木匠全力赶工，一天能做多少？回公子，一天能做20台。胡闹！妍儿不懂事，你们也不懂事吗？这些木头是老夫准备打造家具的，全被你们糟蹋了。果然，这小子的话就像放屁一样，根本不可信。老爷，不是这样的，公子设计的手摇风扇真是好东西啊！
就这破木头架子能有啥用？别替那败家子说话了。老爷不信的话，我演示给您看。老爷，这风扇不仅风大均匀，还特别省力。哼，再厉害也只是个木架子。把这玩意儿送一个到老夫屋里。这事儿果然没人知道，安全。小心点儿，别磕坏了，这可是续命的东西。李治，你在那儿鬼鬼祟祟干什么？儿臣见过父皇，见过母后。儿臣去苏国公府探望苏颜，刚刚回宫。你好歹也是个皇子，整天和那败家仔鬼混，朕怎么生出你这么个废物？这是何物？此物名叫手摇风扇，只需轻轻摇动，就能吹出均匀的大风。这风又均匀又持续，比扇子好用多了。清爽宜人，果然是好东西。此物你是从何处所得？是苏颜制作的。苏颜，他一个败家子，怎么可能做出如此精巧之物？你休要骗朕！这真的是苏颜做的。陛下，孩子之间吹嘘很正常。滚滚滚！朕看着你就烦。站住！父皇，你母后身子不好，立正殿那么闷热，你就不知道将此物送于你母后，一点孝心都没有。母后，是儿臣考虑不周，您先拿去用，儿臣还能弄到。滚滚滚！没事多读书。今晚朕就住立正殿了。50两是母后赏的零花钱，另外50两是风扇的奖励。母后用了风扇，心情大好。父皇当晚都去立正殿了。这2台给你，红的自己用，蓝的送给你父皇。你母后都用了，不给你父皇1台说不过去。苏颜，你什么时候做了2台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李家是这天下最粗的大腿，手摇风扇只是个开始，我必须让皇帝看到，我苏颜能带皇家赚钱。等我帮他填了国库的窟窿，婚约的事儿自然就能解决了。公子2天赶了50多台，但府里的木材快用完了，最多还能做20台。先买一批柏木顶着，剩下的银子我有别的用处。新式铺面1年起租，50两只够1个月，简直比抢钱还狠。这种商业鬼才，你不倒闭谁倒闭？请问，站住！公子小心，这婢女是高手。阿威叔，来福叔，你们怎么在这儿？请问姑娘可是这间店铺的主人？我想租下它。可以，每月租金100两，1年起租。能不能便宜点？我现在钱不够，先让我卖2天东西再给租金。春桃送客，1成收益，2成也可以。是你走还是我帮你？我50两，租3天，3天后若是拿不出1年租金，你们随便赶我走。从明天开始。姑娘，过2天你绝对后悔没入股。苏颜，东家，实在对不住，我们没把店铺管理好。把工人的月俸发完，你们就可以走了。哼，公主，刚才那人就是个无赖，还说您拒绝入股会后悔，真以为自己是商业天才。现在亏损严重，能租出去至少能回些本，哪怕50两也是一笔不错的收入。皇亲国戚做买卖犯忌讳，我做事只能畏手畏脚。店铺搞定了，父亲说不能用苏家名头，可没说不能用苏家仆人。我快吃吐了！走，去伙房，公子给你做好吃的。见过公子。茄子切条，猪肉切片，再洗点酸菜，宰条鱼。他一个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公子哥，要是会做菜，我把这把刀生吞了。烧火！败家子！来，小蝶，尝尝少爷的手艺。公子，快吃！好吃！公子，
都来尝尝，把这个味道记住，以后就这么做。好吃，真的太好吃了，这好吃了！师傅，我师傅在御膳房干过，公子这道茄子比我师傅做的都好吃。哈哈哈哈！别夸了，接下来第2道菜。多谢公子，愿为公子效劳。都起来吧，好好练手艺，你们对我有大用。臭小子，你还会做菜？就算再难吃，今天也不能打击他的积极性。好香啊！和这菜比起来，我以前吃的简直是猪食。再尝尝鱼。好吃，太好吃了！爹，陛下就长出你这种寡淡无味的酒。等我以后酿酒，让你尝尝什么才叫好酒。你个毛头小子，会酿个屁的酒！东家，货全都铺好了，那就开业吧。你找2个店员，带着风扇去外面边走边示范。东家，这手摇风扇确实新奇，不过您定价10两银子一台，会不会太高了？10两可是普通人家2、3年的收入啊！10匹上等绫罗也要10两银子，没见你说贵。那能一样吗？绫罗绸缎都是达官贵人才买的，我有说过卖给平民吗？平民的生活已经很难了，别去惦记他们兜里那点钱。客人来了，好好做事就行，这些不是你要了解的。老板，我们大老远过来，你告诉我卖完了，今日不给个说法，老子把你店给砸了！我家老爷可是户部的，今天必须买到手摇风扇。妈的，遇到这点小事就躲，难怪之前的店会倒闭。诸位别慌，我淘宝商行开门做生意，肯定秉承顾客第一的原则。废话少说，快点上货！今日刚开业，没预料到这么多客人，不过大家放心，仓库里还有很多货，不用大家跑仓库，只要诸位缴纳定金，填上地址，我淘宝商行直接从仓库调货，免费送货上门。你不会骗我们定金吧？诸位说笑了，风扇供不应求，我犯得着为这点定金坏了名声？再说，给我10个胆子，也不敢骗各位达官显贵啊！给我送2台，送到城东王侍郎府。我要3台，送到李将军府。我也要3台，多送1台给我家小娘子。诸君，出来登记。没想到这个无赖才第1天开业就能把货卖断货，10两一台，这里至少100多人，一天入账2000多两，1个月能赚几万两。春桃被他说中了，我好像真的后悔了。没吃饭吗？扇大点！快去联系上官家，当初是上官中让我下的死手。放心，齐国公上官无极已经打点好朝堂，太子也会帮我们。这是西市新出的手摇风扇，对你养伤有好处。清爽宜人，多谢父亲。东家，您没必要在店里守着，流程大家都熟了。我在等人。是小的多嘴了。想探我底，希望你别犯蠢。老东家，谈谈，请。请公子保持距离。那不谈了，你们小姐这般高贵，我还是少接触为好。
春桃，给公子道歉。是春桃不懂事，请公子勿怪。请公子用茶。说吧。我想入股淘宝商行，不知公子可否给个机会？不行。公子不必着急拒绝，有什么要求都可以说。说说你有的筹码。我手中有20多家商铺，若公子同意合作，商铺随便你使用。20几家商铺，这女人来头不小。商铺对我没什么吸引力，我现在不缺钱。可是公子觉得这帝都的铺面真的这么好租吗？这就不劳姑娘操心了。我苏颜既然敢在帝都做生意，自然有自己的屁的人脉，也就认识一个不受宠的九皇子，但气势不能说。我敢断言，不管公子有什么人脉，都比不过我的人脉。是吗？那你的人脉是什么？现在不便告知公子，如果公子不信，我可以发誓。说实话，要合作也没问题。真的吗？别着急，我还没说完。既然是合作伙伴，总得让我知道你长什么样吧？这应该是最基本的礼仪。登徒子，放肆！你这小侍女，本公子今天不教训你，你是没完了。你干什么？若是敢动一下，你们以后永远别想和我合作。错了没？既然你说我是登徒子，那我也不能平白无故挨骂。公子，放过他吧，我同意摘下面纱。其实和我合作，你们绝对赚麻了。我可不止手摇风扇的生意，更赚钱的还在后面。一枝红艳露凝香，云雨巫山枉断肠。他不仅会做生意，连拳师都这么厉害，这绝对是才子之名。公子谬赞了。不知姑娘年方几何，家住何处？我觉得咱们不仅有眼缘，很可能有姻缘。放肆！我家小姐有婚约在身，你怎可如此冒犯？抱歉，我不知道姑娘有婚约。哪个混蛋这么好运气，竟然捷足先登了？无事，而且婚约只是父辈定下，我没有认同。还有机会，只要锄头挥得好，哪有墙角挖不掉？姑娘说的对，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，全都是封建陋习。婚姻是一辈子的大事，怎么能让别人做主？如果姑娘不愿意履行婚约，在下倒是可以帮忙。我相信以我苏颜的家世和能力，定能完胜你那未婚夫。这件事谁都帮不了我，咱们还是谈合作的事情吧。合作，必须合作，所有店铺都给我用，赚钱之后我给你30%利润。我还以为他会压价，没想到反而加了1成。哼，我没猜错的话，你一个大家闺秀出来做生意，就是因为婚约的事吧？想赚钱和父亲谈条件？巧了，你需要钱，我又最会赚钱，需要多少你说个数，我到时候当做聘礼去你家提亲。东家，有人找。终于来了。先别走，这是商业上的事情，身为合作伙伴，你应该在场。胡商，没错，我在店里等了3天，就是等他们。西市的生意只是小打小闹，胡商才是真正的大订单。在下刘迅，见过苏老板。大家都忙，客套话就免了，直接打开天窗说亮话吧。我看上苏老板的手摇风扇了，想大批量购买，一台我可以给到2两银子。刘老板这是在和我开玩笑。苏老板应该知道批发和零售的区别。8两银子一台，少1文钱都免谈。苏老板，这价格太高了，我一次性买500台，最多给你3两。既然刘老板觉得贵，那就算了。诸君，送客。等等，苏老板留步。刘老板还有事。5两，
最多5两，这已经是我的底线了。6两，6两总行了吧？苏老板，生意可不是这么谈的。我的生意就是这么谈的。我要定的是1万台，你们成本就50文左右，你卖我8两。你错了，成本只要30文。30文，30文卖10两银子，这简直是抢钱。哼，工艺也不复杂，想要复刻不难。苏老板不会以为只有你们能做吧？没错，想要复刻并不难。哼，正是因为能够被复刻，我才要卖这么贵，不然等别人做出来，我还怎么卖钱？5两银子，我要3万台。8两银子，少1文钱都不行。行，就8两银子，3天之内我要货，产量跟不上，只能卖1万台给你，而且时间至少要5天。苏老板怎么不先多弄点库存？这门生意只是开胃小菜，后续还有更赚钱的。先把5成的定金交了。应该的。怎么？是不是发现主管帝都了？我比你想象中更优秀。臭美。所以手摇风扇的生意只能做1个月。1个月，至于个后面仿品出现，就是下沉市场的事儿。等价格越来越低，还能惠及穷人，挺好的。你是不是在担心后面赚不到钱了？放心吧，我不是说了吗？赚钱的路子远比你想的更多。是吗？这样吧，过2天你去我那里，我让你看个大宝贝。去你家？别乱想，只是我在西市边租的假底而已，你可以当做工作室，平时用来研究新产品的地方。在婚约没取消前，可不敢把它往苏国公府里，老爷子不打断我的腿才怪。这么早就走了，不多待会儿？还有事情要处理，公子再见。春桃，你说苏颜真有比手摇风扇还赚钱的办法吗？那人就是个大话精，而且还是个喜欢欺负人的登等徒子。虽然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这么针对他，但自始至终都是你先挑事，他才做出的反击。苏颜愿意把这么赚钱的生意与我们合作，是我们占了他的便宜，所以不管你对他有什么不满，以后也不许对他无礼。奴婢知错了。起来吧，你就是见多了那些虚伪的才子，才会对苏颜有这么大的敌意。那些世族才子，表面上谦谦君子，背地里比谁都肮脏。奴婢只是觉得他也太不尊重公主了。他又不知道我是公主。而且低声下气就是尊重吗？那些对父皇毕恭毕敬的大臣，背地里可没少干坏事。苏颜愿意把利益分我一份，比那些对我磕头朝拜的人强了不止1星半点。知道了，以后我再也不和他顶嘴了。公主要用晚膳吗？不了，你让人把手摇风扇带上，我要去见母后。也不知道最近昭昭怎么样了。他最近可不好受，臣妾不是给了他1万两银子，让他去做生意吗？怎么了？他兴冲冲的去开了不少店铺，可全都亏损，现在恐怕已经快支持不住了。这丫头真以为生意这么好做？不过这也是好事，只要她做不起来，就不能让朕更改旨意。陛下就这么不想她好？昭昭没赚到钱，就无法解决内土的困境啊！朕不是这个意思，朕只是觉得这丫头越来越不听话了，连朕的旨意都敢违抗。其实昭昭并不是不听话，她这孩子性格从小就要强。那苏颜的名声实在太差，一边是对功臣的弥补，一边是自己的亲女儿。陛下，那苏颜赐婚之前，那苏颜虽没亮眼表现，却也没如今这般声名狼藉。谁想到赐婚之后，她每日除了疤就是疤。你不是说要让那苏颜去国子监读书吗？再等等吧，看看这事儿还有没有回转的余地。陛下，娘娘，安宁公主求见。让她进来。母后，昭昭来看您了，见过父皇。难得你还认我这个父皇。父皇说什么呢？昭昭什么时候不认您啦？母后，您看看父皇，他就知道冤枉我。那你说说，有多久没见父皇了？诗诗，这不是忙吗？你一个公主跑去经商，传出去，皇家的脸都要被你丢光。母后，您看父皇一见面就教训我。好了，你们父女俩都少说一句。
你看你最近都瘦了，实在做不起来的话，就算了吧。不行，我一定要做出成绩。你本钱都快亏完了，就别折腾。父皇，你听谁说我本钱快亏完了？难道不是吗？当然不是。今日我找到一个商业奇台，相信要不了多久就能解决掉内代的困境。你能找到什么商业奇台？你也有此物？父皇也听说过这个。母后也有一台，是智儿送的，很不错的小玩意儿。算这小子有点孝心。母后，这可不是小玩意儿，这是能够赚大钱的东西。你不会是想说这手摇风扇是你做的吧？当然不是，虽然不是我做的，但手摇风扇的老板就是我说的那位商业天才。哼，就这个小玩意儿能卖多少钱？几块木头拼一起，顶天了几十文钱。父皇，您太小看手摇风扇了。那你说说。哼，还卖起关子来了。这手摇风扇一台就要10两银子，成本却只要30文。这能卖得出去？怎么卖不出去？父皇去打听打听，现在手摇风扇有多供不应求，此物比扇子好用多了。父皇觉得那些达官显贵会在乎区10两银子吗？此物如今只有我们淘宝商行在卖，就连胡商都来进货。今日与那胡商谈判，一天就卖出了1万台订单，这还是因为产量跟不上，不然卖个2、3万台，轻轻松松。售卖给胡商的价格几何？我就知道你们会是这种反应，也知道你们觉得不可思议。容我来与父皇母后讲解一番，你们就明白了。给朕坐好！其实能卖到这么高的价钱，原因就在于时效和商业竞争之间。连父皇都知道，手摇风扇成本低廉，制作又简单。苏颜，此子心里到底装了多少东西？其实能卖到这么高的价钱，原因就在于时效和商业竞争之间。连父皇都知道，手摇风扇成本低廉，制作又简单。其实说白了，现在只有我们淘宝商行一家在卖，那胡商想要货，只能在我们这里拿。等仿品出来以后，价格就会崩盘，到时候就能惠及到普通人了。跟我当时听完的反应一模一样。一台8两，1万台就是8万两，一天就赚了8万两。按你之前所说，手摇风扇只能卖1个月，1个月后仿品出来就不值钱了。要不朕下旨，不许其他人仿制。恐怕会很难。这些狗屁世家，明面上一个个高风亮节，暗地里把控商业，还以大义逼皇家不去经商，把控书籍，垄断科举，让寒门永无出头之日。朕早晚要与他们清算。昭昭，你之前所说的商业天才，就是这淘宝商行的老板？没错，就是商行的老板，名叫苏颜。此人是寒门还是世家？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，不过他年龄不大，看他的谈吐，家世应该不会差。而且他还会作诗哦，读书人竟然去从商，这就是他和别人不同的地方。虽然只能赚1个月，但此人能有如此商业救绝，的确是个人才。父皇，这还只是淘宝商行前期的试水，后续还会有新的买卖。新的买卖？好了好了，这次你的确是立了大功，为你母后分担了不少压力。说，有没有什么想要的赏赐？请父皇收回赐婚旨意。休想！是父皇让我说赏赐的。其他什么赏赐都行，婚事就别想了。臭父皇，坏父皇，说话不算话。你母后已经决定，过几天就把苏颜召进宫来，父皇也会敲打他，把他安排到国子监去读书。我相信那小子会改变的。我不嫁，就是不嫁。李昭宁，你就是无快鬼混啊！
这丫头啥都好，就是脾气倔。你们父女俩都一个德行。不过她这次的确是立了大功，朕却这般狠心对她，这心里难安啊。我倒不担心这个，我更担心的是昭昭口中的那个苏颜。那苏颜怎么了？你没发现他说起苏颜时的语气都不一样了吗？你是说，陛下，去查查此人的底细。如果是寒门出身，倒还好；可若是世家，是啊，是该好好查一查了。这时候如果有个冰镇西瓜，就爽了。公子，什么是冰镇西瓜？是一种又甜又多汁的水果。手摇风扇卖不了太久，接下来该弄奶茶了。这玩意儿品类多，夏天冷饮，冬天热饮，配方攥在手里，别人不好仿。小蝶啊，你是爹给我找的通房丫头吧？是的，公子。今年多少岁了？公子，小蝶今年14岁。14岁，这要是在商 K， 是要出大事的。公子，怎么了？公子突然有些困了，想睡一觉，你去给公子摇风扇吧。好的，公子。男人可以好色，但不能当禽兽。小蝶，让你去问的事，去问了吗？问了，南市有几个硝石商，他们都要800文1公斤左右。这么贵？硝石制冰成本摊不下来，看来得自己想办法提存了。来人，老板，你让下人去做件事。老板请吩咐。去各家肥鼎收他们茅厕和吃坨周围的泥土。老板，这等污秽之物会别缺一带来，去搜集即可。是。公子，搜集茅厕的泥土干什么？哼，当然是做好东西。谁啊？公子，有人要见您。谁？不知道扰人清梦是很不礼貌的行为吗？是个戴面纱的女子。昭昭，2日不见，可想死我了。等本公子与你家小姐成婚，第一个换掉你。你蹭何不紧咬虽然讲不穿，来人少，无天在本心。手换我！公子何必与侍女一般见识？好吧，我们家昭昭发话了，本公子大人有大量，就放过他了。快进去说。这是何物？此物名为躺椅，躺在上面能够摇晃，可用作小妾。你要不要感受一下？如何感受？哎，你倒做什么？好舒服呀！嘿嘿，昭昭若是喜欢，我让人给你打一个。那就多谢公子了。和我客气啥？这是何物？我研发的珍珠奶茶，尝尝好不好喝？珍珠奶茶，这黑色的，还怕我下毒？你可是我的心尖尖，我怎么可能下毒害你？这叫吸管，是用来喝下面珍珠的。那珍珠是焦糖和木薯粉做的，别看颜色不好看，口感和味道绝对一流。
好喝。淡淡的茶香加上浓郁奶香，简直绝配。还有那珍珠软糯可口，太好喝了。喏，谢谢公子。小事儿。这奶茶也太好喝了，比双雪狼的冷饮都好喝100倍。哈哈，那是自然，我这珍珠奶茶绝对吊打市面上所有的冷饮。为何你这奶茶里面甜味如此纯净？跟我来。这些是何物？这是白糖，你试试。白糖？这糖居然能够如此纯净。只是提纯而已，并不是很难的事情，而且提纯的成本并不大，咱们完全可以批量制造。盐和糖是天下最大的消耗物，如果成本可控，这不是奶茶，这不是一桩买卖，这是动摇根基的产业。发财了！白糖生意如果做起来，你是不是就可以退婚了？应该可以吧。那等退婚后，应该可以告诉我你的身份了吧？等退婚后，我就去你家提亲，好不好？以后再说。不会吧？难道我针对才认识没几天的人动了心？不可能，我可是公主，什么样的青年才俊没见过？这应该只是仰慕他的商业才能，是仰慕，不是倾心。不是倾心。可惜啊，现在人手不够，产量跟不上来。工人的话，我倒是可以想想办法。你若不是起个永主，并不是什么人都可以用的。那好吧，都听你的。我有我的人选，这事儿就交给我来办。奶茶，你准备多久开业？这2天就开业，不过你要先把店铺位置告诉我，我让他们去准备。这是所有商铺的位置图，你看中哪个商铺，给我说，我立刻让他们收拾。还是西市这个吧，和手摇风扇的店铺距离近。那我们就先回去安排。哎，先别着急走啊。公子还有事？马上就到晚膳时间了，吃完饭再走吧。不好吧？有什么不好的？合作伙伴谈完生意，吃顿饭不是很正常吗？况且我们清清白白，问心无愧，谁敢说闲话？本公子撕乱他的嘴！清清白白，有无生人。没错，我们清清白白，问心无愧，那就依公子的意思。没错，我家小姐食欲不太好，你的饭菜可别弄得太敷衍。别的我不敢说，就饭菜方面，连御膳房都没我家好吃。你就吹牛吧，哼，你吹牛吧。食欲不好，小时候养成的毛病。那就给我们家昭昭准备点开胃的菜，保证让你食欲大开。这桌子是我设计的，可以供10几个人坐，而且上面的转盘可以旋转，夹菜的时候不用起身去夹对面的。小蝶，点蜡烛。就这样。不亮一点吗？烛光晚餐要的就是这种朦胧感。好香啊！
吃饭总得摘掉面纱了吧？公子，失礼了。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些菜吧。好，这叫红烧鱼，是用鱼裹上粉炸过之后再红烧的，尝尝好不好吃？好吃。那还用说，不好吃我敢留你吃饭吗？不然不被某些侍女给斩了。哼，这叫麻婆豆腐，非常开胃。好麻，好辣！小姐，你想吃饭了？用得着这么大的反应？小姐，很久没碰过米饭了。这样吃才爽。我试试。这是鱼香肉丝，也是非常下饭的菜。酸甜可口，我喜欢这个。愣着干嘛？一起来吃啊！可以吗？主子吃饭，下人哪有上桌的道理？下人就不是人吗？哪来这些封建思想？又没有外人，怕什么？饭就要一起吃才香嘛！别傻站着了，快过来坐下吃饭。你吃吗？既然是客，就听主人的规矩吧，一起吃。小姐，让你做你就做，哪有那么多废话？要我给你夹菜？不用，现就是招式的。吃肉啊？那葱有什么好吃的？尝尝红烧鱼。多谢公子。母后，见过父皇母后。这么晚了，怎么想起来母后这里？今日寻得一款很不错的冷饮，想与母后分享。儿臣不知父皇也在。无妨。这是何物？我们淘宝商行下一个产品，名为珍珠奶茶。母后快试试。珍珠奶茶用竹管喝，口感浓郁，清爽宜人。本宫从未喝过如此甘甜醇厚的冷饮，好喝吧？有这么好喝吗？那珍珠软软糯糯，如同汤圆一般。陛下要不要尝尝？哈哈，能被皇后如此称赞，朕倒是好奇起来了。当真甘甜可口，比之双血堂的冷饮都好喝数倍。那是自然，这可是我们淘宝商行的新产品。手摇中膳卖得这么好，才过去2天又出了新产品，而且这奶茶比双血藤的还好喝。这些都是那个苏妍制作的？没错，苏妍不仅做生意厉害，还会做很多新奇玩意儿，甚至连饭菜都做得比御膳房好吃。御膳房可是朕请来的各地名厨，
他家的饭菜也能和御膳房比？父皇不信的话，可以问春桃。我的好公主，你这不是要我死吗？陛下，公主今日吃了一整碗米饭。父皇、母后，若是你们不信，等淘宝商行的酒楼开起来了，咱们一同去试试。你们还要开酒楼？肯定啊，那些菜真的很好吃，酒楼开业绝对能爆火。那朕倒是挺期待的。白糖的事现在还不能说，那是最后的筹码。对了，既然你在这里，朕刚好也有事情想与你说。何事？关于苏颜的事情。那苏颜不是和薛有伟打架受了重伤吗？两家都想让朕来裁断。事情过去几天，两个小子伤势都恢复了一些，朕决定过几天让他们来甘露殿，大家把事情说开，该惩治惩治，该安抚安抚。你身为苏颜的未婚妻，又是大前嫡长公主，按理来说应该一同参加议事。我不去。你若不去，苏国公会如何想？你是苏家未过门的媳妇。父皇，如今商行刚起步，奶茶店又要开业，父皇应该知晓冷饮市场背后都是些什么人。女儿公务在身，分身乏术，没有精力再关心其他事情，请父皇不要为难女儿。你想气死朕吗？好了，昭昭也是在给皇家做事，没时间，情有可原。这次就不去了，我相信苏国公水货会理解的。好了，朕不逼你还不行吗？多谢父皇。哎，下去休息吧，这段时间你也辛苦了。你看到了吗？他刚才怎么对我的？陛下不用如此着急，苏颜籍贯还有2年时间，咱们可以慢慢来。我相信昭昭会想通的。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他身为公子，享受皇家带来的光环，更应该知道婚姻不是由着他胡闹。如果昭昭真把内堂的事情解决了，陛下还会不会收回旨意？这正是朕最为纠结的地方。朕以为他只是小打小闹，没想到真有做起来的势头。那什么苏颜，倒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。陛下，可查出那人的身份？墨雨还未来回来。陛下，墨雨求见。哈哈，刚说到他就来了，快让他进来。参见陛下，参见娘娘。怎么样，查到了吗？查到了。哈哈，做得不错。陛下，怎么了？你看看。陛下，这是不是弄错了？娘娘，卑职经过反复确认，手摇风扇的制作工坊就在苏国公封地，工人也都是那些佃农，就是驸马苏颜。这苏雨就是苏颜。有趣。昭昭这丫头，怎么也想不到，她想要退婚的对象，竟是她这般看好的商业天才。陛下，要不要告诉昭昭？先不说。为何？苏颜身为国公之子，不要国公府的助力，反而隐藏身份做生意，而且他之前那般不学无术，现在竟然有如此才能，此事蹊跷之处甚多。我怀疑苏颜身后还有人，先不要打草惊蛇为好。陛下觉得苏颜有可能遭人利用？说不准，但此事最好不要节外生枝，等查清之后再说。过几天那苏颜要来宫里，朕亲自看看他到底有几斤几两。有没有可能那苏颜本就有才能，只是之前沉迷不思进取？如果此子真有如此大才，那就是朕之大幸。希望如此吧。陛下，在这里猜测只是徒增烦恼，一切等查明后便知。继续盯着，任何风吹草动，随时来报。遵旨。
公子，刘木匠求见。让他进来吧。公子，老刘，手摇风扇产量跟上来了吗？跟上来了。那些佃农熟悉之后，每天制作3000台没什么问题。昨日产量又提高了一些，做了3300台。这么拼？公子制定的计件规则，让他们干劲十足，做得多就赚得多，没有谁会偷懒。毕竟这些都是见得到手的真金白银，大家对公子都感激涕零。让他们好好干，月底本公子给他们发奖金。是，公子。不管在哪个时代，内卷都这么严重啊！阿威，来福。公子，诸军的底细可查到了？此人好像与兴平县令有些关系，之前做过不少店铺的店长，后来因为得罪了勋贵，坐了2年大牢，被兴平县令花钱给弄了出来。原来是个惯犯。不过，这昭昭用人的时候都不查一下对方底细。兴平县令与薛家有些来往，他妻子是薛家旁系，有世家撑腰啊，这不是巧了吗？又是这个薛家，我和薛有伟的事儿可还没完呢。这2天他可有异动？倒是没什么动作，每天都正常出工，也没和其他人联系。可还有其他发现？没有。是，继续派人盯着。我有预感，此人会帮我一个大忙。客官，香甜可口的珍珠奶茶，要不要试试？只要2两银子就能买到1杯。滚蛋！2两银子1杯，你是金子做的？小淘淘，这是在等谁啊？公子，小姐在里面等候已久。小淘淘啊，我还是喜欢你那桀骜不驯的样子。昭昭，有没有想我？咱们定价是不是太高了？一早上没有人进来过，我很早就来守着店铺，开业到现在一个客人都没有。我学着你的方式，让人出去推销，让人去感受，可是没有一个人愿意喝。很正常，你走在街上，别人无缘无故给你吃的，你会不会吃？那怎么办？只需用一个小计策即可。什么计策？请托。托？这样，你去找一些人过来，给他们打扮的有贵气一点，然后请他们在店里免费喝奶茶。除了这些人，再请一些下人在那边外带的窗口排队，告诉他们，如果有人问起，就对着咱们的奶茶一顿夸，一定要说是他们家公子小姐指定要买的。还有，把咱们的宣传语打出去。宣传语？6月的第1杯奶茶送给最爱的人喝。他的第1杯奶茶是给了我，应该只是巧合吧？他只是在说宣传语，一定是这样。最后，你找几个普通打扮的人去烟花柳巷那边聊咱们的珍珠奶茶，让他们去透露琼江玉露店开业活动，只要喝完咱们奶茶，就拥有作诗的资格。这些诗句会张贴在那面墙上，供所有客人鉴赏，并且投票，1个月期限，谁做出的诗票数最多，就能获得1000两银子奖励。1000两？小财迷，1000两而已，比起咱们的利润，9牛1毛。小财迷这个称呼，怎么听起来比昭昭更亲密了？公子，我爹在家吗？在的，不过赵校尉他们来了，正在议事厅商量事情。赵公来了，我过去看看。公子，还有事？我觉得公子还是别去见赵校尉为好，毕竟您之前打了他，虽然他碍于老爷的身份，不与公子追责。本公子年少无知犯下的错，会好好弥补赵公的。我去通报老爷。不用了，我直接进去。将军，并不是我们这些老家伙不懂事，现在大家连饭都吃不饱，饿得都去吃野菜啃树皮了。今年大旱，我们一把老骨头死了也就死了，可是那些后人，我再想想办法，看能不能给你们搞些银子。将军，
这些年都是您私人资质咱们，若是再要您的银子，我们宁愿去死。老赵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你们都是我的兵，跟着我出生入死。若是连你们晚年都无法保证，我苏卫国还有何脸面当这个将军？将军，我们不是来要银子的，只想让将军去问问陛下，让朝廷给个说法。那些世家坐享其成，把控着土地和粮食，他们倒是享受了，咱们连吃饭都成问题。若朝廷当真不管，我们也认命了。没错，陛下真觉得当今的局面合理吗？银子的是武器，一个将军在用最后能拿出的东西与命运做相烂，不是对银子的拒绝，而是对恩人命运的救补。你来干什么？快出去！上次的事还不够，你还要跑到赵秀卫面前来，让我难做吗？你要干什么？我们这次不会要将军的钱。赵公，当初的事情是我不对，我在这里给你道歉。哼，老夫可当不得公子这么大的礼。我知道赵公心里有气，不过请给我一个弥补的机会。不需要弥补，也没必要了。公子若是真想弥补，少惹将军生气即可。出去吧，别捣乱。今日我来，主要是解决诸位生活问题。你能解决个啥？爹，我前几天不是创立了一个商行吗？现在商行缺少人手，若是诸位愿意的话，我可以给诸位提供个赚钱的机会。混账！你真是混账至极！你身为将门之后，怎可去行商贾之事？苏将军的名声是我们用命拼来的，你真想让苏将军蒙羞吗？以前你虽然顽劣，但也没有连累到将军。如今，不是让你别声张吗？大家都别急，先听我说。父亲应该知道我之前那个手摇风扇大卖的事情吧？大卖了？卖了多少？每天赚个1万两银子，完全没问题。你说什么？一万两？你小子再吹牛，小心老子揍你！真没吹牛，爹如果不信，大可让人去问问，现在帝都手摇风扇有多火。而且我可不仅仅是赚钱，还帮了咱们封地那些佃农，佃农帮我制作手摇风扇，每户人家每天赚300-400文，完全没问题。不可能！1个月赚10两银子，等于1年种地路的总收入了。若诸位不信，我可以带诸位去看看。成，去看看。这么多佃农在制作，诸位若是不信，我可叫人来，随便诸位怎么询问。不劳公子，我们去询问。请将军，请你们在外面稍后。这位老丈，我们有些事情询问，可否为我们解惑？你们是谁？在下赵博，是苏将军曾经的部下，此次前来是想向你打听一些事情。原来是军爷，如今我已退役，与诸位一样，都是个庄稼汉。你们有事？你们这是在做什么？俺也不太懂，只知道是做木工。这里做工给钱吗？我真是苏将军的兵，当然给钱，而且给的非常多。俺家3个人做工，每天能赚50几文钱。俺之前也不相信，但是听到俺二叔做完工后，当真收到了钱，这才辞工回来。在外面累死累活1个月，也就10几文钱，在家就能赚这么多，谁还愿意出？这几天俺赚了不少，准备明天让婆娘去买点肉吃。俺家也好几个月没开荤了。听村长说，这些都是苏公子给的做工机会，工钱都是苏公子付的，而且是每天1付。苏公子简直就是活菩萨啊！现在爹总相信了吧？还算干了点人事，看到他们能过上好日子，老夫也放心了。早就说过了，我现在幡然醒悟，已经不是以前那个败家子儿了。呵呵，夸你2句，尾巴就翘上天。不过，就这破木头架子，真能赚那么多钱？刚开始的确赚钱，不过最多赚1个月，市场饱和后就没这么赚钱了。1个月也很不错了。
几十万两银子，老夫这辈子都不敢想。所以爹不怪我违背祖宗之法，跑去做生意了。哼，这不是生意，这是利国利民之事。不过你小子还是要低调一些，毕竟财不露白。公子能让平民过上好日子，不是寻常商贾能够比的。我等佩服，行商贾之事却能济世救民，公子的确值得我们敬佩。之前是我们这些老东西多有得罪，请公子勿怪。以前是我不懂事，还望诸位莫怪。如今我已经幡然醒悟，不求诸位能够原谅，只希望能尽点微薄的力量弥补一下。那个，公子是准备让我们也制作这些吗？这玩意儿做不了多久，我让诸位做的是另外的东西，放心，不会很难的。而且我可以保证，工作强度不会太高，赚的钱也不会比。多谢小少爷，您不知道我们有多难，眼看就要活不下去了，您就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呐！这位兄台，大家在排队买什么？当然是这个奶茶呀！我看标价2两银子，怎么这么多人买？你懂什么？6月的第一杯奶茶赠与心上人喝，都是心上人了，自然要贵重才能表示心意。还有这种说法？当然，这送的不是冷饮，而是心意。比起你直接去表明心意，这般含蓄送上，不更显得谦谦君子？诸位仁兄，可曾听过新开的那家琼浆玉露？一个冷饮店，一杯冷饮卖2两银子，当真想钱想疯了。2两银子，我都能找欢欢小姐一夜风流了。明远贤弟过奖了，在下只是实话实说而已。怀仁兄不愧是大才子，这般见解倒是一针见血。这钱来之不易，当然要花在刀刃上。这般没良心的店铺，傻子才去喝。他明明可以抢，还给我一杯冷饮，哈哈，谁去买这玩意儿？我笑谁一辈子。非也非也，这琼浆玉露可不只是卖冷饮，准备了开业活动。怎么？难道喝冷饮送姑娘？不是送姑娘，而是送银子。琼浆玉露新店开业，只要喝完奶茶，就可以在店内作诗，诗词会粘贴在最显眼的地方。1个月内，若是谁做出的诗词票数最多，就会获得1000两银子的。多少？1000两。1000两？这店是疯了吗？1000两我能天天换不同的姑娘，1年都还有剩的。没兴趣，诗词是无价的，区1000两就想让我作诗，简直有辱斯文。没错，这什么琼浆玉露狗都不缺。怀仁不愧是大才子，1000两银子弃如布粒，简直吾辈读书人的楷模。那个，在下突然想到还有要事没处理，今日就先行告辞。在下也有要事，告辞。既然大家都有事，今日就这样吧。公主，店里的材料快要售完了。那些托撤走了吗？已经全都撤走。现在排队的都是真实顾客。2两银子一杯的奶茶，竟然会如此畅销。不止如此，奴婢听说有人排队购买之后，高价卖给其他人，甚至5两银子都有人愿意买。所以你现在还说苏颜公子是无赖吗？他的确是个商业天才，也不是无赖，但他绝对是登徒子。我能感觉到他对小姐有企图，他能把想法明着说出来，总比那些伪君子强。公主，您不会真喜欢他了吧？你胡说什么？我怎么可能对一个刚见了几面的动心？我只是单纯欣赏他的才华。哦，去帮忙吧。是。公子，为何咱们要等这么久才来？你懂个屁！小二，还有座吗？这位公子，没座了。一起的，给我上杯奶茶。这就写上了。没错，吟诗作对，怎可少了我等？在下与杜太子不谋而合。没错，没错，没错，俺也一样。杜兄，快试试，这珍珠奶茶是真好喝。
难道有双血糖的冷饮好喝？杜兄这话倒是没说错。珍珠奶茶完胜双血糖的冷饮，喝了此饮，我等才知晓何为冷饮。如何？奶香浓郁，清爽可口，当真顶级冷饮。哈哈，我等最开始也还疑惑，为何冷饮能够卖到如此价钱？喝完之后才明白，这味道绝对值得。难怪老板敢把店名取为琼浆玉露，这奶茶味道当真不错。诸位的诗词都做得如何了？杜兄也想参与这个活动。当然，不过我可不是因为奖励，而是想与诸位比试一番。这么多读书人都参与的活动，怎么能少了我？虽说文无第一，武无第二，可是自古都有才子在比试时突然做流传千古的诗词，这不就说明文人之间亦有高低？我杜怀仁向往那些先贤，理应效仿前人，立志做出千古绝句。杜公子竟有如此雄心壮志，我等佩服不已。哈哈，说不定杜公子真能效仿先贤，做出千古绝句，让后世之人也来此地瞻仰。过奖过奖。倒是挺公平，所有诗词展示都匿名，到时候成绩含金量也会高不少。也不知店家怎么想的，竟然不设题，果然是满身铜臭没文化的商贾。按照要求作诗才是体现诗才最好的方式，不然的话，只要读过几天书的都能写出几首诗来。没错，店家太不专业了。魏隐，你们怎么在这里？当然是来喝茶戳作诗的呀！这第一的奖励如此丰厚，我自然要尝试一下。你也想拿第一？怎么，杜公子觉得我不配？那倒不是，在下只是有些惊讶，能与魏公子一较高下，甚是有趣。期待杜公子的作品。有劳。可别胡说，魏隐还是有些水平的。他的诗词在借物喻人方面有着非常独到的理解，那也比不过杜公子风流潇洒的诗词意境。杜公子才是我辈读书人的楷模。既然魏隐参加这个活动，我可不能随便写一首，容我斟酌一二。一天卖了4000杯，加上店内的收入，将近9000两银子。苏公子当真是商业奇才，店里这么忙，那苏雨连新店开业都不在，也不知道还会不会回来。有什么委屈的？你还是没有摆正咱们的位置。现在是咱们求别人，就要有求人的态度。奶茶加上手摇风扇，我们每个月至少有10万两银子的收入，已经能够帮助内部渡过难关了。那公主要不再和陛下提退婚的事情？算了，还是等白糖生意吧。退婚后，公主真要将身份告诉苏公子吗？到时候再说。就是不知她听到我是公主后，还敢不敢上门提亲？公主，太子殿下有请。大哥找我。太子哥哥也真是的，内渡都没钱，还请刘姨过来表演。昭昭来了，快坐下。太子哥哥叫我来有何事？怎么这么久没来东宫，昭昭都不想和姑说说话？那倒不是，最近太忙，忘了来给太子哥哥请安，是我的疏忽。表妹，今日太子殿下设宴，约我等赏月，想到大家有段时间没见了，就让人邀请便妹来聚聚。今日月色的确极好。上官公子，别愣着，接下来该你作诗了。该我了吗？哈哈哈，既然如此，在下就献丑了。有了，玉壶空映碧霄寒，未睹仙姿尽此欢。醉里红颜栖明月，醒时秋水胜星兰。愿为金波长颜恋面，一似君恩无断绝。好诗，不愧是上官公子，如此诗才，当为帝都4大才子之首。的确是好诗。表妹，我这首诗如何？表哥当得起才子之名，这首诗应该是赠与刘盈姑娘的吧？安宁公主说笑了，有您在，奴婢如萤火之光。表妹，这首诗自然是送给你的。表哥，你醉了。表妹，我知道你在顾虑婚约的事情，不过你放心，我会想办法让陛下收回旨意。只要没了婚约，就没人能够阻止我们了。表哥，若你真心帮我，我会很感激；但若是以其他目的的话，我劝你最好死了这个心。表妹，你真这般绝情？
你醉了。表妹，上官公子，请自重。放肆！你一个下人，竟然敢拦本公子！都是兄妹，没必要这么剑拔弩张。昭昭，表弟也是出于好心，你的事情我们都在想办法。我相信大家一起努力，一定会让父皇收回旨意。多谢太子哥哥，我还有事，就先走了。表弟，昭昭应该是最近烦心事太多，我相信等婚约结束后，他会理解你心意的。我知道，表妹一定是因为婚约在身，她这般在乎自己冥界之人，我不该这时候表明心意，是我鲁莽了。放心，就算那苏颜这次没死，她名声也早就烂了。故意与大臣们通气，这次父皇召见之时，大家一起弹劾他，定会让父皇收回赐婚。这次他绝不会再有那么好的运气。那首《浪淘沙》应该就是魏公子的作品吧？风花雪月有杜兄的风范。目前为止，这首《浪淘沙》的票数最多，有夺冠之势啊！我倒是觉得那首《风花雪月》如此潇洒的句子，简直把吾辈读书人的风流写得淋漓尽致。哈哈，魏公子要进去吗？炎炎夏日，何不来一杯冷饮？抱歉，几位客官，店内已经没有位置了，请客官先去排队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这魏隐不愧是魏征之子，行事作风挺不错的。杜怀仁与之相比，就差了很多。要不要派人去敲打一下这个杜怀仁？不用节外生枝。春桃，你说我该怎么办？我不是没想过，退了婚，父皇还会让我嫁给另一个能带来利益的人，那个对象很可能就是上官中。我其实要求不高，只要对方品性有些才学，为人正直即可。可我接受不了男子去那烟花之地与娼妓苟合，这会让我觉得恶心至极。公主，走一步看一步吧，说不定有转机呢。还能有什么转机？公主不是说白糖生意做好之后就能帮陛下的大忙吗？到时候只要公主不想嫁，陛下应该不会强迫。昭昭，你未来夫婿看你来了。春桃，开门。昭昭，有没有想我啊？公子说笑了。怎么了？是不是有人欺负你？没有。如果有人欺负你，就和我说，我把他打得满地找牙。如果是你惹不起的人呢？开什么玩笑！除了当今皇帝，还有我苏颜惹不起的人。这是何物？这是我给你准备的礼物，此物名为香皂，可以用来沐浴，清洗身上的污渍，而且里面我加了茉莉花，洗完后身上会有花香。沐浴的东西？怎么，这么热的天气，难道你们没觉得身上的汗洗不干净？的确有这种烦恼。来，我教你用。想什么呢？我是要教你使用香皂，如果昭昭不介意的话，我也可以教你怎么沐浴哦。登徒子，女孩子玩刀弄枪的，以后看你怎么嫁得出去。哼，谁说我要嫁人了？我要伺候小姐一辈子。用不着，等我娶了你家小姐，就把你给嫁出去。小姐，你看，她就知道欺负人。好了，你们怎么一见面就吵？将在东吕内宫特别神挺不？还不是这丫头没眼力劲儿，动不动就拔刀。再说了，愣着干嘛？去打盆水过来。我可以去打水了吗？去吧。是。她是我的侍女，保护我是她的职责。公子何必为难一个侍女？我也没为难她呀，是她总在针对我。我告诉你，这玩意儿可是个好东西，待会儿你拿它洗手试试，保管你用完之后爱不释手。公子，这香皂如何使用？很简单，先把手打湿，然后将香皂涂抹上去，用清水冲洗即可。春桃，你闻闻。小姐，好香啊！真的很香。嘿嘿，我不知道昭昭喜欢什么香味，就随便用的茉莉花，怎么样？洗完很清爽吧？很清爽。你喜欢就好。公子今日前来，就是赠送礼物？不是。那是为何？主要是想我们家昭昭了，相思病发作，来找解药。公子别开玩笑了，以我对公子的了解，公子没事绝对不会来店里。
什么话？我是那种人吗？好吧，某个小财民不是心疼那1000两银子吗？我就勉为其难做一首诗，把奖励给拿回来。公子要作诗？一首诗而已，很简单。可是这次参加比赛的有杜怀仁和魏隐，这2个都是帝都很有名的才子，诗词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，想要超越他们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。小淘淘，给本公子拿纸笔。公子，怎么了？没事。春江潮水连海平，海上明月共潮生。滟滟随波千万里，何处春江无月明？江流宛转绕芳涧，月照花林皆似险。江畔何人初见月？怎么样，还行吧？公子诗才，小女子佩服不已。只不过过公子的字，不要在意这些细节，你就说这首诗能不能拿第一吧。若是没有大儒出手，应该没问题。那奖励？奖励的事情，等活动结束，你真拿到第1名再说。行吧，我很期待。我可以抄录一份吗？以后咱们成亲，写字的事情就交给你了。好了，我去让小二张贴。老杨，先把我的这首诗给挂上。老板，你也要参加活动？当然，以本公子的才学，参加这个活动才能提高活动的含金量。春江潮水连海平，海上明月共潮生。老板，怎么了？这诗堪称千古绝句。嘿嘿，必须的。本公子早就说过，论诗才我自称第2，没人敢称第1。搞快点！2位公子的诗词真让我等大开眼界。以在下看来，魏公子那首《浪淘沙》已经有大家风范了，风花雪月也不差，在下就投了此诗一票。哇，这是谁的诗？太棒了吧！千古绝句，这是千古绝句！什么？有千古绝句？哪儿？在哪儿？这是何人写的诗？江畔何人初见月？江月何年初照人？好诗，好诗啊！此诗定是哪位大儒的佳作。好一首《春江花月夜》。老夫钻研诗词数10载，能窥见此诗，此生无憾啊！好诗，真是好诗，诗仙临世。无耻之徒！我听到说千古绝句的，去看看。呵呵，真以为千古绝句是这么好写出来的？这位兄台，劳烦让我看看。见过魏公子，您请。好诗！本公子倒要看看，究竟是什么样的诗能被你们称为千古绝句？试试香皂。浑身清爽，还香香的。春桃，将香皂切一半，送去母后那边。春桃，你累了一天，也去试试吧。公主，奴婢就不洗了吧。又不是没看过，还害羞呢。洗完真的很舒服哦。呀，没想到我们家小淘淘竟然长这么大了。公主痒。看来自家公主真喜欢上那无耻之徒了，以后可怎么办？唉，不知不觉就老了。
娘娘倾国倾城，这是最动人的年纪，怎么老了？你们啊，就知道说好听的哄本宫开心。替我清洗吧。娘娘，安宁公主送了东西过来。安宁那丫头又有什么新玩意儿？安宁公主说这东西是给娘娘沐浴使用。拿进来吧。这是何物？此物名为香皂，安宁公主沐浴后觉得很好用，特让奴婢给娘娘送过来。还是安宁那丫头有孝心。如何使用？将此物涂抹皮肤上，搓洗之后清洗干净即可。果然是个宝贝。此物清洗身子后，不仅清爽无比，皮肤水润滑腻，身上还会留下花香，真是让人心旷神怡。娘娘，我去准备药液。不用，这香皂洗完浑身轻松，用不着那些药液了。陛下，皇后刚沐浴完。陛下今日不是应该去刘贵妃那里吗？怎么跑来立正殿了？朕来找皇后，自然是有要事相商。皇后身上佩戴香囊了？没有，刚才昭昭送来了个名为香皂的宝贝，用来沐浴后不仅浑身清爽，还会留下香味。陛下还未沐浴吧？要不也试试？那朕就试试。臣妾来服侍陛下沐浴。还是婉儿知朕心意，这手法力度都准确。陛下别太劳累，还是要保重龙体。唉，你最知朕，应该明白朕想要做什么。自从当上这个皇帝以来，朕就希望做出一番事业，让父皇好好看看，朕才是承天命之人。当年朕立不世之功，父皇却还是把太子之位给那李成。朕心中虽不服气，但也知长幼惧。可是那李成咄咄盛逼，若朕不反抗，今日死的就是朕。世人都说朕弑兄逼父，得位不正，可他们哪想到朕的苦楚。幸好有婉儿愿意倾听朕的这些牢骚。陛下何故这般说？臣妾身为陛下的妻子，虽无法为陛下分忧，但倾听是分内之事。你呀，总是这么贤良淑德。朕听闻苏妍那小子最近把那个什么奶茶店给弄出来了。那小子鬼门关走了一遭后，变化是真大。他那奶茶店一杯的2两银子，那些世家的公子小姐还心甘情愿排队，说是什么6月第一杯奶茶送给心上人，算是摸透了那些世家的心理。对于世家来说，2两银子能含蓄地表达爱意，倒是不贵。可不止于此，那奶茶店开业弄了个活动，让读书人作诗，第1名有1000两银子奖励。根据朕的了解，那奶茶店现在生意火爆，一天有上万两的流水。商行越赚钱，对咱们皇室好处就越大。如果真有这么多，那等月末分红，内户危机即可解避。陛下可查清楚那苏妍的底细。根据墨雨回报，并未在那小子身边发现世家之人。自从鬼门关走一遭之后，他就没有那些狐朋友鬼混。这是好事啊，有可能他本就是商业天才，只不过之前疏于管教，如今浪子回头了呢。若真是这样，自然皆大欢喜。那就再观察观察吧。既然内渡的事情已经解决，千秋节也可以照常举办了。如此也好，也能堵住外面的风言风语。婉儿觉得此事让谁去办？其实交给昭昭我最放心，她心细如发，又很了解这方面的事情。可惜有违礼法。昭昭的确不符合礼法，还是让太子来吧。朕下道旨意，让礼部辅佐，应该不会出什么差错。有什么话还不能与朕说？陛下，让李治也参与一下吧。那怂废能懂什么？让他准备几个节目即可，不需要参与进去。李治好歹也是我的孩子。行吧，让他准备节目。希望那小子靠谱一点，不要闹出什么幺蛾子。那什么香皂给朕试试，朕看看是否邓登如婉儿说的那么好。啊，果然清爽无比。不是好宝贝，昭昭可不会拿给臣妾。陛下。今晚朕就不去刘贵妃那里了。这香皂真是个好东西。不在床上好好养伤，到处乱走什么？屋内太闷了，出来透透气。刚才听爹大发雷霆，不知所谓何事。还不是这群废物！近几日双雪堂的营收竟然只有以往的1成，怎么可能？公爷，卑下也没办法呀。那琼浆玉露新店开业，整出个什么奶茶全城畅销，生意比咱们以前都要好几倍，把客人全给抢去了。那琼浆玉露是哪家的产业？老夫倒要看看
谁会这么不讲规矩，来抢我薛家的冷饮生意？琼江玉露是一个叫淘宝商行的产业，卑下去问过几个世家，都说淘宝商行与他们无关。淘宝商行是手摇风扇那个淘宝商行行吗？没错，就是他。老夫原本以为手摇风扇是哪个世家整出来的新花样，现在看来这个商行好像不是世家。爹，其实你不用这般生气。那什么琼江玉露如此赚钱，对于咱们来说不是好事吗？哼，好事？他把咱家生意都抢完了，还好事？爹，你看问题还是太狭隘了。什么意思？爹，你觉得冷饮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是冰块。是冰块。没错，咱们薛家几乎垄断了帝都的冰块生意。别说这琼江玉露不是家的产业，就算它是世家，只要是做冷饮相关的，就要看我们薛家脸色。咱们只要不卖冰块给他们，他们还怎么做冷饮？等他们求上门来，就是咱们狮子大开口的机会。哈哈哈哈哈！不愧是我薛慎德的儿子，我马上派人去交涉。爹，千万别去找他们。为何？咱们主动提，就是在示弱。虽然闹出去咱们也不怕，但是总会影响薛家名声，倒不如找个借口，就说库存紧张无法供货，让他们上门来求，这样咱们就能毫无影响地占据主动。吾儿有商胜之姿。都慢点儿，别磕碰了。言儿，你要用这些粟米来酿酒？当然。如此高品质的粟米用来酿酒也太浪费了。爹，你不懂，这酒酿出来价值绝对远超粟米成本。你还想卖？你知道咱们大钱不能私自酿酒售卖吗？咱们自家酿着喝喝也就算了，小卖可不容易。放心吧，我既然准备酿酒，就考虑到了这些。这边，谢这边。言儿，你还买了这么多葡萄干嘛？酿葡萄酒啊！你还会酿葡萄酒？试试不就知道了，万一成功了呢？言儿，要不咱们一步一步来。爹，放心吧，我有把握的。好吧，爹也不懂这些，就不多嘴了。爹看好你，等着你的酒。对了，过2日随我上朝。薛有伟已经能够下床活动，陛下要亲自处理你们的事情。知道了。公子，九皇子找您。你这小子没事找我干嘛？你们按我刚才说的去做，记住，一定要清洗干净，密封要做好。你小子倒是挺会享受。你可终于回来了，给你带的奶茶。不知道是哪个黑心商人把这玩意儿卖2两银子一杯，兄弟这次特意带来给你尝尝，可别说兄弟亏待了你。他妈的，变着花来骂我是吧？我哪儿骂你了？本公子就是你说的那个黑心商人啊！你不是卖手摇风扇吗？卖风扇就不能卖奶茶？你买奶茶时就没看到招牌上的淘宝商行？我让下人排队买的，我趁守卫换班，陶氏、秦卫敏摆好的。你是说？这珍珠奶茶也是咱们的产业？别动手动脚啊！我没有龙阳之好。没错，奶茶店也是淘宝商行的。不仅如此，后续我还会开更多店铺，你就等着数银子吧。那我能分到多少银子？按照现在的营业额，去除成本之后，你每天应该能分到1000两，1000多两，还是每天？怎么，嫌少？不少，哥，你是我亲哥呀！别乱说，你亲哥是太子，你想让我死啊？
说吧，找我做什么？兄弟，这次你可要帮帮我。帮你什么？母后生辰准备举办千秋节，到时候会宴请群臣，举办盛大的宴会。陛下让你举办千秋节？不是，让大哥和礼部负责，母后让我也参与一下。这才对嘛。那你找我帮什么忙？母后让我也参与一下，你知道我不擅长这些，礼部肯定也不会帮我。现在我要留念别嘛。我现在是你在我家所在抽偷的宗子比赛，我只有你了。我再说一次，别动手动脚。兄弟，帮帮我。我又没说不帮你，让你负责什么？让我准备几个节目，然后就是大臣家眷的宴席酒水。想把这件事做到合格，还是做到让人眼前一亮？什么意思啊？要做到合格很简单，只要按部就班即可。但是要让人眼前一亮，获得陛下和皇后娘娘的夸奖，就需要别出心裁的安排。我当然希望获得父皇母后的夸奖。你表现的比太子都好，不怕太子记恨上你？大哥应该不至于因为这点小事记恨吧？既然你想要做好，那我就帮你做好吧。我就知道你会帮我的，好兄弟。要怎么做？你不用操心，交给我即可。不过，别人问起时，你一定要一口咬定是你操办的。苏颜将功劳给李治，需要如何，我只是帮你打杂。这么大的功劳，你不要？咱们是兄弟，帮兄弟办事，义气先，功劳赏赐什么的都不重要。好兄弟。公子，昭昭姑娘派人来找您，说是有非常紧急的事情。走。兄弟，怎么了？你自己玩，兄弟泡妞去了。妈的，见色忘友！公主，咱们来找苏雨公子也没用，依奴婢的意思，还不如直接去找那薛国公，说不定他能看在公主的份上，继续给咱们提供冰块。若是真如此简单，之前那些生意也不至于亏本。可是公主那人做这手的一外，严重就是脏尸。如果能够动用皇家力量，我只要把皇家招牌打出去，做生意怎么可能会亏？可是父皇刚登基才几年，外面各种流言蜚语不断，若此时传出皇室从商，那些宵小之部定会借此大做文章，说父皇当了皇帝还与民争利，这对一直想做明君的父皇来说，是比国库空虚更让他难堪的事。可是苏雨公子能有办法吗？这位公子伤至极境世的神龟用对文则，就算他有办法，他又怎么会帮我们呢？我此次前来只是告知于他，若他也没办法，这家商铺恐怕保不住了。现在只有两条路，关门或者是给他们让利，就看苏雨公子怎么选择了。一听到昭昭来了，我就马不停蹄地赶了回来。快试试我最新研发的鲜橙多，这是店内准备上的新产品。公子你喝，奴婢就算了。让你喝就拿着，哪来这么多废话？快试试味道怎么样？好喝，非常浓郁的橙子味，比橙子更甜，而且还有许多果肉。昭昭觉得好喝就行。
怎么，感动的快哭了？怎么了？有啥急事？咱们的冷饮店恐怕开不下去了。生意这么好，怎么会开不下去？我们冰块的供应链断了。冰块是哪家在供应？我之前没有亲自去对接，之前一直是他在负责。薛家。帝都最大的冰库就是锦堂商行在管理。琼江玉露开业后，霜雪的生意就一落千多，仿佛啃噬血脊，薛家了。怎么是薛家？帝都最大的冰库就是锦堂商行在管理，之前帝都卖的最好的霜雪糖也是锦堂商行的产业，而这个锦堂商行背后就是薛家。早知道是薛家，我就不在他那里进货了。琼江玉露生意这么火爆，冰块消耗极大，帮薛家赚了钱，比我自己亏钱还难受。这个钱必须让他们给老子吐出来。可是不在锦堂商行进货，咱们也没有其他渠道。冰块无法远程运输，从隔壁城市进货的话，等到了帝都，恐怕会损耗一大半。其他城池的冰块渠道同样掌控在氏族手中。不用去进货。你的意思是与薛家合作？他们肯定会狮子大开口，你要做好最坏的打算。谁说我要和他们合作？那薛家也配？难道你想关店？其实我赞成关门。以他们的行事风格，就算继续做下去，大部分收益也都被他们给分了。咱们可以等明年多存点冰块再开业。一码归码，鲜橙多很好喝，但这不是你轻薄我家小姐的理由。哼，什么老意思？以后福利没了，要吃要喝自己去买。请公子带路。昭昭，我觉得你这个侍女不行，没眼力见，要不咱们换一个侍女，我出钱给你找个又能打、情商又高的。春桃不是普通侍女，希望公子别和她一般见识。只此想不到，我们也会帮一般吧。行吧，既然昭昭都替他求情，没这么做的，那本公子暂且原谅他了。你的食欲好点了吗？最近有没有好好吃饭？没有。从你这里吃了饭之后，那些饭菜更难以下咽了。而且现在又发生这种事，哪还有心思吃饭？要不你把你家地址给我，我每顿饭都让人给你送过去。就算告诉你，你也进不去。开玩笑，这帝都除了皇宫，还没我进不去的地方。饭菜多给我准备几份，我让下人来拿。苏颜，你什么意思？我家小姐千金之躯，你带她来如此污秽之地。你家小姐都没说什么，你小丫鬟急个啥？是有些臭味，不过这里可不脏。来人，把我准备的桶拿过来。这些是什么？消食。消食？这有何用？待会儿你就知道了。哼。把箫铲入大桶之中，把木架子摆上，小桶掉进去。继续把消食铲进大桶中，你来铲，他来搅拌。
公子，这是在做什么？别着急，再等1刻钟，就能见证奇迹。自家公主，看来是彻底沦陷了。我们家昭昭这种称呼，公主竟毫不反驳。那些亲昵话，她不生气，反倒有说有笑。公子，好了，辛苦了，待会儿去刘福那里领赏。是。走吧，进去瞧瞧。你看，里面是什么？这是……没错，就是冰。真的是冰！这是怎么做到的？水都冰凉透骨。给你们讲原理也听不懂，你们只要知道我能制冰即可。这是仙术吧？这不叫仙术，这叫物理。物理是什么？我也解释不清楚，就当是我偶然间发现的吧。公子当真是个奇人。嘿嘿嘿，是不是爱上我了？要不要做我的娘子？公子若是得知我的身份，定然不会像现在这么轻松。所以，我们家昭昭到底是什么身份？暂时还不能与公子说。不过，公子以后在外面可不要随意说这种话，免得引来不必要的麻烦。都合作这么久了，你应该知道本公子的为人，干嘛藏着掖着？不是我吹，就算你是公主，我也不怕。若我是公主呢？你敢去提亲吗？算了吧。你看，还说啥都不怕。倒不是不敢，只是我单纯不喜欢公主而已。为何？你若是敢，怎么会说算了？那可是尊贵的公主，哪个男人不想娶回家？我看你就是怕了。公主有啥好的？从小荣华富贵，娇生惯养，娶回来还得当个祖宗供着。万一惹得不高兴，回去告个状，几个脑袋都不够砍的。反正我是不乐意娶，还是我们家昭昭好。至于那什么狗屁公主，狗都不娶。怎么了？你不会真是公主吧？怎么可能？你见过哪个公主像我这样在外面到处跑，还亲自做生意？这倒也是，如果是公主的话，恐怕连皇宫都出不了，怎么可能在外面这么招摇？还是回归正题吧，咱们一天能弄出多少冰块？我早就提前准备好了足够的硝石，满足奶茶店平日里的需求还是没问题的。既然如此，就不叨扰公子了，我先去店里看看。小李，不吃了饭再走。先把店里的事情安定下来。人是铁，饭是钢，钱哪有身体重要？那待会儿我让人把饭菜给你送到店里去。多谢公子。如果让他们知道这么厉害的诗出自一个比他们还小的少年之手，这些读书人会不会崩溃？苏颜公子诗才无双，而且还是个商业天才。最重要的是，
他还如此年轻。我听说过太多的天才人物，从未有苏颜这般厉害，甚至我都有种错觉，好像这人是万能的。他随意做出来的诗就能引起这么多读书人敬仰，他研发的产品每一样都能卖爆，连饭菜都比御膳房还好吃，甚至连冰块他都能凭空做出来。这已经不是天才这么简单了，每一件事情都让我这个公主震惊无比。公主，刚才为何不告诉他您就是公主？你觉得以父皇如今的情况，若是传出去我在外面抛头露面做生意，会有什么结果？这般诗词造诣不可能是普通人，苏雨应该也不是他的真实名。我现在最怕的，他为士族之人。我倒觉得公主想多了，以陛下的性子，他既然知晓公主与苏雨公子合作，不可能不去查对方身份。这段时间陛下没有阻止公主合作，说明什么？我真是个傻子。公主只是当局者迷。这么说来，苏雨公子在父皇那里是可以合作之人。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有这种商业奇才帮忙，淘宝商行定能赚大钱。父皇会不会就重新考虑我的婚事了？可是他好像很反感干公主这个身份。他说公主都是娇生惯养，刁蛮任性，娶回家还要供着，移不开就回宫告状，这完全就是刻板印象。他反感的是公主，又不反感昭昭。锦书房说，老爷，那奶茶店怎么样了？没有什么异常，一切如之前一样，而且今日的生意比昨日更火爆。怎么可能？都已经给他们断供了冰块，他们怎么还能做冷饮？爹，稍安勿躁。难道还有人给他们提供冰块？不可能，整个帝都的冰块都是薛家供应，他们就算不惜代价从其他城池进货，走官道1天时间也不可能送过来。那是怎么回事？生意一点影响都没有，也没来求我们提供冰块。才第1天而已，我猜他们肯定有剩余的冰块，之前没有用完，现在只不过是故作镇定罢了。冰块是冷饮的必需品，咱们掌握着主动。可是，如果他们选择关店呢？这么赚钱的生意，每天入账上万两，谁会舍得丢掉？五儿说的没错，所以父亲不用着急，等着即可。哼哼。琼浆玉露闻风鼎盛，孩儿只是去那里与众读书人吟诗作对而已，而且孩儿花费的钱都是自己卖诗赚的。2两银子，你知道2两银子能买多少米吗？烟柳之地读书人多，素来闻风鼎盛，为父也没什么可说的。可这冷饮店哪来什么闻风？哪有人天没亮就要去上班的啊？臭小子，提起精神，待会儿可是要去面圣。你让回去果子上坐去了。知道了。老爹是国公，我可以横着走，但唯一能要我命的就是那皇帝。在这皇权至上的地方，我可不能傻到去犯忌讳。此人便是那苏颜，苏国公英雄一世，没想到这个独子竟是败家虎。听说此子整日沉迷赌博，家产都快败光了。若老夫有如此不孝子，恐怕没脸见人喽。爹，他们说话都不背人的。哼，这些读书人就是如此。为父今日就教你朝堂上的第1课。只会在背后嚼舌头根子的狗玩意儿！来来来来，有本事和老子打一顿！苏国公息怒，苏国公别莽撞，这里可是待漏院，你若敢动手，陛下定会龙颜大怒。老子打了就打了，陛下要杀要剐是他的事情。苏国公不愧是威武大将军，好大的威风！
上官大人，救我！苏国公，我看就算了，大家同朝为官，以和为贵。以和为贵？这些狗东西骂我儿子，老子揍他天经地义。读书人就事论事，可不像某些粗人，只知道舞刀弄枪。今日朝堂之上，老子不与你等计较。不过出了皇宫，私下里别让老子撞见，不然见一次打你们一次。看着他这般不管不顾护着我的样子，心里倒是真有些暖。这个爹，我认了。时辰已到，请诸公上朝。待会儿你就在外面待着，等陛下处理完政务，叫到你的时候再进来。大胆！哼，一惊一乍，你想吓死人？大明宫外岂容你如此放肆？我站累了，坐一下也不行。里面诸公都只能站着，你凭什么坐？虽有没祖变的，你可不孝谱了。诸公在里面是面对陛下，我这是在外面，反正就是不行。若你再不起来，休怪俺动手了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拼背景啊！你知道俺是谁吗？你是谁？说出来吓死你！俺叫陈楚冲。没听说过。俺的名讳你都没听过？你很出名吗？俺爹可是肃国公陈霸天。原来是肃国公之子，家父苏魏国公江聘。你就是那个败家子？正是在下。既然是苏国公之子，那就是自己人。俺听说你差点死了，怎么看着气色挺不错的？早就恢复了。陈都尉，殿前喧哗若是被陛下知晓，咱们全都要受罚的。你要做便做，反正俺提醒你了，你不听自行担责。多谢。还未到秋收，帝都外怎么有如此多的灾民？回陛下，江南水患严重，房屋垮塌，田地也被淹没，那些灾民无处安身，纷纷赶往帝都。江南水患，灾民却跑来帝都。朕记得之前给了赈灾银两，那些地方官为何没能妥善安置灾民？陛下，之前臣发了30万两赈灾，地方官府全都积极处理，不仅稳定灾民，还自发联系当地士绅施粥赈济。可灾民实在太多，这点钱粮只是杯水车薪。钱不够，那就再多分发下去，把灾民先安置妥善。这些事情难道要朕整交吗？秋收还未开始，国库也没多少钱粮，若全用来赈灾，恐怕军队的强粮会受到影响。那薛尚书觉得这些灾民应当如何处理？依臣之见，为了帝都的安全和秩序，应当驱赶灾民。哼，驱赶到哪里去？是要让他们去落草为寇，还是把他们赶尽杀绝？你这是要让朕做昏君？臣万死。此事散朝诸公自行讨论，一定要想一个万全之策出来。臣等遵命。今年恐怕是最难度过的一年。陛下，苏国公之子的事情还未处理。宣苏颜
薛有伟觐见。臣苏颜参见陛下。臣薛有伟参见陛下。起来吧。臣苏颜参见陛下。臣薛有伟参见陛下。起来吧。刚才在外面还听到他的咆哮，现在却完全听不出喜怒。帝王的养气功夫，还是说之前那暴怒是装的？陛下，请为臣和犬子做主。臣5代单传，就苏颜这一个儿子，那薛有伟却差点要了犬子性命，请陛下严惩。差点要了性命。陛下，当时臣与苏颜口角打斗，只是无意间打中他脑袋，请陛下明鉴。无意会让下人出手束缚住我，再瞄准我脑袋打。我什么时候让人束缚住你了？有没有束缚，找当时房间内的那几个下人来一问便知。那几个下人何在？陛下，那些人没能及时阻止争斗，也没能保护好主子。微臣知晓后气昏了头，家法处置时用力过猛，如今已经殒命，这是臣的问题，臣甘愿受罚。好一个死无对证！黄口小儿，莫要凭空辱人清白。苏将军当真小题大做，吾儿都说了，他并非有意为之，而且苏颜也打断了吾儿肋骨，他现在的情况可比吾儿好太多了。小儿之间的打闹还闹到陛下这里来，是觉得陛下当真这般清闲吗？诸公觉得此事如何处理？臣觉得薛公说的不无道理。这件事，其实就属于小儿打闹，一时间没有把控好分寸，陛下小惩一下即可。臣附议，臣附议，臣附议，臣附议。陛下，这次是苏颜命大，若真有个3长2短，老苏家可就绝后了。臣下手都没这薛有伟黑。他二人虽未及惯，可已经不是小儿。薛有伟下死手是事实，寻常人家都要重罚，更何况他打的是国公之子，还是当朝驸马。此事应该从重处理，否则难以服众。薛有伟同样也是国公之子，而且还未及惯，若因为这点小打小闹就给他严惩，于情于理都不合适吧？有什么不合适的？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可苏颜现在好好的，薛有伟却有伤在身，真要说起来，应该惩罚苏颜才对。苏颜伤的是脑袋，薛有伟则是肋骨，哪种情况致命？苏将军这是诡辩，我只看到事实是苏颜毫发无损，而薛公子却重伤未愈。放屁！来，老子让你打肋骨，你让老子打脑袋，看老子能不能锤爆你这弑的狗头！陛下，肃国公在朝堂这般猖狂，简直恕无王法。好了，吵吵闹闹成何体统？这朝堂简直和菜市场没什么区别。文臣抬杠，武将骂娘，李玄倒像是早就习惯了。既然诸公都无法商讨出一个合理的方案，那朕就来裁断此事。陛下，臣有话要说。魏公也想发表一下意见。他刚才故意停顿，好像就在等着人来打断一样。这皇帝老儿到底想干什么？臣要弹劾苏颜、苏国公和陛下。
讲，臣先弹劾苏颜不学无术，身为国公之子，整日沉迷酒色财气，有损苏国公颜面。我说魏老匹夫，咱们好像没有仇怨吧？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臣在弹劾苏国公教子无方，对孩子这般溺爱，为非作歹，祸乱帝都，枉为人父。魏征，过分了！这是人家家事，你也要弹劾？勋臣家事及国事，形势有些不妙。魏征这一插手，天平要倒了。臣附议苏颜在帝都已是声名狼藉，若再不加以约束，接下来恐怕就会成为下一个吴海。苏国公真应该多教育一下自己的孩子。没错，放任下去可不得了。他对我笑了，绝对笑了。臣还要弹劾的是，陛下苏颜这般纨绔子弟，陛下不仅不加以约束，反而还将安宁公主赐婚于他，如此助长歪风邪气，实属不应该啊！你的意思是，朕糊涂了？是，臣即便犯妄言圣裁之罪，也要请陛下收回旨意。臣觉得魏公所说不无道理，苏颜的品性大家都看在眼里，实在无法担驸马之大任。臣附议。还有这种好事？婚约之事，朕意已决。安宁是朕的女儿，她的婚事于情于理都应该朕来决定，诸位就不要再提了。他竟这般言辞拒绝，在朝堂诸公的压力下都不松口。陛下，臣觉得他们说的没错。臣自知声名狼藉，配不上安宁公主。若是成婚会让皇室蒙羞，这婚约还是算了吧。他这是在干什么？竟然主动提起退婚！哼，以退为进的把戏罢了。他知道陛下愧对苏家，为了展现自己大度，才说出这番话。我说老苏，你儿子脑子真被打坏了。可能是吧。陛下，若真让安宁公主与苏颜这个败家子成婚，皇家颜面何在呀？对，魏大人说的对，为了皇家颜面，这婚可不兴结啊。虽然目的不同，但这一刻，我们确实是盟友。住口！朕已经下旨赐婚，君无戏言的道理，魏青应该。朕算到了所有，让他们吵，让魏征弹劾，就是为了力排众议，替这小子做主，让他感激涕零。朕什么都算到了，唯独没算到这小子竟跟魏征一唱一和。若让他们再说下去，今日这婚真得退了。小子诗才无双，还是个商业奇才，朕怎么可能退婚？这等良才，必须绑在皇家战车上。陛下，不可让皇家蒙首啊！这魏征，不愧是大前第一谏臣，当真连命都不要了。泪目，太感动了。你当真以为朕不敢拿你怎么样？君要臣死，臣不得不死。可臣身负职责，若看着陛下这般错误之举而不出言提醒，臣心难安。好，你非逼朕背信弃义是吧？这皇帝的情绪起伏也太大了点，有些浮夸，真真假假，假假真真，或许这就是帝王心术。陛下，魏大人也是为了皇家颜面考虑，这苏颜不是安宁公主的良配，请陛下三思。请陛下三思。这么多文臣一起施压，也不多我一个，还是从心吧。陛下应该不知苏颜在外的名声有多烂，臣这里整理了一份他的罪状，请陛下过目。为了皇家考虑，这婚事就算了吧。
其实臣并不是针对苏颜，他从小没了母亲，缺乏管教，苏国公又常年征战，没能约束好他。虽然他沉迷，整日惹是生非，但是子不教，父子过，真要说起来也情有可原。但如此缺乏管教的纨绔，怎么会配得上公主？他触碰到底线了。父亲当年为了救李玄夫妇，眼睁睁看着母亲被乱刀砍死，这件事是他心中永远的刺。现在薛顺德在大庭广众之下拿来说，这已经不是弹劾，是羞辱。薛绍德，你他娘的什么意思？本官只是实事求是，难道苏将军觉得令郎受到过教育，或者名声很好？薛国公是吧？你可以说我苏颜不学无术，但你不应该说我爹娘。我本想在旁观中借百官的事把婚退了，但现在他蹬鼻子上脸。我在苏卫国身上真切感受到了亲人的感觉，这时若还沉默，就真不是人了。哼，事实就是如此，本官只是把实情说出来。上朝前，父亲叮嘱我朝堂之上不可放肆，他也教了我被冒犯后该如何处理事情。本官洗耳恭听，那就是入你娘的！庶子，你敢在大明宫打人？恕你什么？父亲，哈哈哈哈！果然是虎父无犬子，老子都快憋屈死了，这一巴掌扇得舒坦。臭小子，此子纨绔至极，已经猖狂到这等地步，大明宫打人前所未有，陛下若不严惩，恐难服众啊！请陛下严惩此子。这下婚怎么也得退了吧？放屁！老子就在大明宫打过人，谁说前所未有？老爹，这时候你来炫耀个毛线啊！够了。苏颜听旨，你给朕听好，朕不准你辞去驸马。不仅你不准辞，任何人都不准替你辞。从今日起，擅自辞去驸马之职者，死同叛国。小子，朕说了要把公主嫁给你，你跑不掉的。苏将军，你还很自豪？没错，就是很自豪。陛下就说，臣当年有没有打对人？你呀，这苏家在大明宫打人已经成传统了，是吧？虽然那巴掌下去，朕的确也很爽，但现在怎么收场？陛下，苏颜班是朝廷命官，按大前律放，情节最轻的都是流放。请陛下为臣做主。这老狐狸挨了一巴掌，现在想借题发挥，把婚事搅黄，还能让上官家欠他一个大人情，算盘打得倒响。苏颜，大明宫行凶，你眼里还有大钱，还有我这个皇帝吗？父亲当年去救陛下，母亲才殒命。这些年，父亲常年镇守边关，很少回家。这狗东西却用父亲为国尽忠之举来调侃，这般辱我父母，若我不有点表示，枉为人子。你要干什么？来人，阻止他！兄弟，牛逼啊！我陈楚冲佩服的五体投地。刚才在外面看戏看得津津有味，看到文臣占上风时还不爽，但这小子直接扇薛振德的老脸，太对胃口了，能动手绝不逼逼，简直就是吾辈楷模。哼！放开我！今日我就算是死，也要拉着狗东西垫背！他并没有生气，甚至还有些想笑。他绝对已经知道些什么，否则以原主之前做的那些事，他早该在文臣提出悔婚时第一个支持。
现在却坐在那里看我和文臣争斗，完全是在做戏。既然如此，我就没什么好怕的。好了，都冷静点儿。薛有伟与苏颜之事，是薛有伟下重手在先，按照大前律令，故意杀国公之子，应当斩立决。苏颜大明宫打人，按大明律流放。若诸公没有异议，这件事就按照律令处罚了。陛下，这处罚是否过重？陛下，臣就这一个儿子，请陛下法外开恩，请陛下法外开恩，请陛下法外开恩。朕想私下解决，诸公想按照律令，朕按照律令，诸公却又不同意，你们是在消遣朕吗？臣觉得大家都在朝堂做事，而且互相都有错，这件事就从长计议吧。哼，如何从长计议？臣不追究苏颜刚才的罪责，苏颜也不追究全儿。不愧是皇帝老儿，这一招用得妙。他本就没想真处置我和薛有伟，现在抓住机会，直接给出最重的处罚，两边肯定都不想。那么两边就要互相妥协。只可惜，别人或许会妥协，我苏颜可不会。陛下，臣认罪，也愿意接受这个惩罚，请陛下按照大前律法来处理。言儿，苏颜，别胡闹！你知道什么是流放吗？别瞎说！苏颜，鱼死网破对谁都没好处。哼，谁说我要鱼死网破？臣虽犯了大错，但请陛下给我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。什么机会？臣听闻帝都外聚集了很多灾民，朝廷也无法赈灾。臣这里倒有一个办法，不仅可以安置那些灾民，还不用国库掏一分钱。若臣办成此事，不知可不可以功过相导？这就是我敢在大明宫打薛正德的底气。工厂那边本来就缺人手，这些灾民是现成的劳动力，让他们去厂里做工，既能解决人手空缺，又能替朝廷分忧，一举多得。你确定能妥善处理？能不能试过便知。不就是以工代政吗？这些灾民经历了苦难，身处绝望，这时候别说给他们工作岗位，就算只给一个馒头让他们做工，都会感激涕零。当然，我不会做那么缺德的事。平民已经够难了，没必要薅他们的羊毛。那些士族才是掌控最多财富的存在，才是我要薅的目标。黄口小儿不知天高地厚，灾民是朝堂诸公都头疼的难题，你能处理？真是笑话！一个不学无术的败家子，竟然还敢扬言处理国事，当真让人笑掉大牙。哼，难道你觉得自己比朝堂诸公还聪明？倒不是我苏颜聪明，其实是诸位的能力有问题，这么简单的事情都处理不了，还好意思当官？放肆！此地是朝堂，岂容你这黄口小儿撒野！陛下，这苏颜目无尊长，还狂妄至极，公然嘲讽百官，请陛下严惩！请陛下严惩！苏颜，这件事可开不了玩笑。臣愿领军令状，若无法妥善处理灾民，请陛下将臣给赐死。言儿，不可胡说！苏颜，要不咱们就算了吧。请陛下给个机会。既如此，朕就给你这个机会。只要你能解决灾民的问题，不仅能戴罪立功，朕还会封赏你个官位。别，臣不是当官的料。若陛下真想赏赐，就给我个爵位之类的吧。让我每天这么早起来上朝，简直就是要我的命。不过爵位倒是挺需要，有了一块自己的封地，我也好放开手脚创办工厂。就依你，若你成功解决掉灾民的事情，朕封你为开国县男。多谢陛下。开国县男虽然是最低等的爵位，但我才10几岁，在大前，这是史无前例的。
先别急着谢恩。如果你没完成，朕可是要取你项上人头的。陛下放心，保证完成任务。既如此，事情就先这般定下。从现在开始，苏颜就是赈灾巡查使，一切灾人事宜交由他来处理。苏颜若有要求，诸卿不可怠慢。高士林，待会儿将巡查使的腰牌给苏颜。至于薛有伟，先收入大理寺，等此件事了再处置。散朝。老爹，走吧，困死我了。你这小子真是什么活都敢接！爹，放心吧，这件事又不难。走吧，俺带你去大理寺。在皇宫当值这么久，今日算是看了一出好戏。这苏颜倒很对我胃口。原本以为只是个纨绔子弟，没想到竟这般勇猛，连薛慎德都敢打，绝对是条汉子。以后要多多接触一下。父亲，救我！有伟放心吧，你会没事的。走吧。爹，一定要救我！我不想死啊！赵国公请留步，吾儿命悬一线，还请赵国公施以援手。有伟是因上官冲的指使才去招惹苏颜。薛国公放心，有伟不会有事的。可陛下今日这般坚决，你觉得陛下若真想要有伟的命，他会给苏颜定罪吗？赵国公的意思是，陛下明显是想让有伟和那苏颜互相抵消罪名。只不过那败家子愚蠢至极，不仅没明白圣意，还领了军令状。苏颜不死，老夫实在难以泄愤。薛国公先别着急，那小子蹦跶不了几天了。原本他可以和有伟二人私了，却狂妄到想戴罪立功，真以为灾民这么好处理？灾民一直都是最头疼的事，此次帝都外灾民极多，据老夫了解，有4、5千之众。这么多人，不说每日的粮食消耗，光是安置都成问题。他苏颜还承诺不要朝廷出1分钱，所以老夫说他必死无疑。本来私了之后啥事没有，现在他自己找死，怪不得别人。唉，可他死了，吾儿怎么办？放心，你真以为陛下会因为这点小事要了尤为的命？老夫和太子都会去给他说情，只要苏颜没完成任务，陛下定会震怒。到时老夫再煽风点火一番，尤伟定会无罪释放。有赵国公这句话，我就放心了。臣妾见过陛下。都说了，老夫老妻不用这般多礼。礼数是后宫的根本，臣妾身为后宫之主，怎可坏了规矩？皇后总能说出这些大道理。朕让人给你排队买的奶茶，不得不说，苏颜那小子弄出来的东西都挺有新意的。现在淘宝商行、手摇风扇、奶茶都非常畅销。陛下今日可见到苏颜了？见到了。怎么了？原本朕准备让他欠个人情，谁知道这小子在大明宫大打出手，打了薛正德，直接打乱了朕的布置。朕猜到魏征会提婚约之事，本准备用薛有良打苏颜这事儿来转移百官的注意力，都铺垫好了，就等最后强势出手保住婚约，卖他个人情。没曾想，此子当真顽劣。其实朕挺开心的。为何？朕原本以为这小子从个纨绔子弟突然变成商业天才，其中有什么猫腻，甚至怀疑他和世家有关系。今日看他依旧这般顽劣，倒是放心了不少。他若真与世家有勾结，不可能在大殿之上把文臣都给得罪个断。那婚约之事如何处理的？被朕搪塞过去了。那小子大闹朝堂，又立下军令状要替朕解决灾民，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。朕趁机便结束了早朝。他立下军令状要替陛下解决灾民。唉，朕给了他机会，他却执意如此，还用项上人头保证。朕就算想帮也没辙了。如果灾民真这么好结局，朕也不会头疼这么多年了。
小孩子难免意气用事，陛下可不能真要了他的命。皇后放心，就算他完成不了，朕也不可能真要他的命。不过，为了堵住百官的口，一些惩罚在所难免，让他吃点苦头也好，以后也就懂谨言慎行了。怎么样，公主？奴婢听那些人说，今日那苏颜的确去了朝堂，而且郑国公也提到废掉婚约之事，如何？没能成功。公主，你没事吧？不是，我听闻郑国公反对这门婚事，心里还以为有了希望，没想到连他都无法让父皇改变主意。公主，虽然这次没能成功，但那苏颜却闯下大祸。他闯了什么祸？苏颜在大明宫掌侮薛国公，陛下判他流放，若他当真被流放，婚约肯定会作废。我知晓他纨绔，却没想到他敢在大明宫打人。其实这也不怪他，是那薛国公公然提起苏颜王母，苏颜才会动手的。以前只知道他纨绔，没想到竟还有这份孝心。若父母被辱还能无动于衷，那才真叫人看不起。详细说说。那苏颜一进殿，薛国公便带头用公主您的婚约嘲讽他。后来薛国公竟提到了他死去的母亲，苏颜一下子就冲了上去，狠狠扇了那老匹夫一巴掌。最让人没想到的是，那苏颜竟要与薛有伟鱼死网破，还当场立下军令状，说要替陛下解决帝都外的灾民。灾民之事，连太子哥哥和父皇都无法妥善处置，他能有什么办法？奴婢也觉得这次苏颜恐怕没办法翻身了。以父皇的性格，不会让忠臣绝后的。若苏颜到时无法完成，我会去向父皇求情。公主，您不怨他了？我从未怨他，我只是怨这门婚事。今日他因辱母而伤人，我若再因婚约之事恨他，反倒显得我李昭宁不通情理了。静观其变吧。跪下！你应该能感觉到陛下想息事宁人。感觉到了。那你为何还要与那薛有伟鱼死网破？我苏家5代单传，你若出点什么事儿，老子如何与列祖列宗与你娘亲交代？爹，你觉得我像那种没脑子的人吗？像。你这么说，就把天给聊死了。哼，你若有脑子，怎么会和薛有伟鬼混？那是以前，上次脑袋被砸之后，我突然就茅塞顿开，整个人都升华了。那淘宝商行不就是证明吗？我给自己解决了老兵的事儿，不是吗？这可是大难题，你准备怎么做？对于别人来说是大难题，对于我来说轻而易举。哼，其实很简单，以工代战。以工代战？以工代赈，顾名思义，就是让那些灾民去做工，他们劳动带来价值，然后价值再反哺回灾民身上，这样就不需要花费大量钱粮去赈济。所以，你准备让那些灾民去工厂做工？没错，如今手摇风扇的订单虽然在下降，但白塘那边还需要大量人手。可是你知道这次灾民有多少吗？将近5000之数，你能吃得下？这么多人没有任何其他收入，全都要张嘴吃饭，每天的开销都是一笔不菲的金额。你那白塘工厂有赵博他们在做，虽说还缺人，但绝对要不了4、5千人。父亲放心，白塘只是开始，后续我还会开设其他工厂。还有其他工厂？当然，奶茶和手摇风扇都只是前菜，咱们本赚够了，以后绝对能成为帝都巨富。巨富？只不过这件事之后，做生意的事情就瞒不住喽。我之前一直按您说的祖宗规定隐藏身份，可这次我立了军令状，
肯定有很多人盯着，后续还要和皇帝老儿汇报，这件事不可能瞒不住。列祖列宗在上，今日你们的后代子孙有性命之忧，权宜之下只能违背祖训。我知道列祖列宗是深明大义之人，血脉延续事关重大，请列祖列宗不要责怪，放手去做，让大家看看你不是什么败家子。放心吧，老爹。言儿，你那银子能不能让爹保管？等月末把钱分出来，我就让人拉到国公府。哈哈，这才是爹的好儿子嘛！老爷，怎么样？大半天时间一单生意都没有。废物，一群废物！给他们开这么高的工钱，竟然连这点生意都做不好。老爷，那琼江玉露实在太火了，甚至有许多隔壁城池的人都跑来帝都购买，那条街每天排队都堵得水泄不通。愣着干嘛？查！给我去查！是。圣旨到！奉天承运皇帝制曰：近者江南水患，流民四起，朕闻之恻然，寝食难安。幸苏国公之子苏颜赤胆忠心，慷慨自陈，主动请忧赈灾。朕念其情真意切，忧国忧民，特授赈灾巡查大使之职。苏卿所至，如朕亲临。敢有阳奉阴违、推诿掣主者，以欺君罔上论，赤道奉行，星火木论。钦此。臣苏颜接旨。恭喜驸马爷！哎，高公公可别乱说，都还没成亲，怎么可以叫驸马？高公公辛苦了。这可使不得。驸马爷，这东西咱家可不敢收啊。我与高公公一见如故，又不知道公公喜欢什么东西，就给些身外之物，希望高公公不要见怪。太多了，这些都是心意，怎么能用价值衡量？高公公不收，就是看不起我。那就多谢驸马爷了。圣旨已经送到，咱家要回去复命了。高公公慢走。既然任命已经下来，你就尽快处理吧。那些灾民也是可怜，早日让他们吃上饱饭，也算行善积德了。我收拾一下就去。公子真英俊。小丫头可别犯花痴，等你长大了再说。小蝶已经不小了。走吧。大哥。大哥，之前俺被流言误导，不知大哥竟是如此神勇之人。大明宫一见，俺对大哥心向往之，想与大哥结交一番。既然楚冲兄弟这么敞亮，我苏颜也是个喜欢结交朋友之人。你这个兄弟，我交定了。敞亮，不愧是陈霸天之子，这力量无敌。习惯了，下次一定注意。大哥，听说你要去赈灾，大哥心善，见不得百姓流离失所，所以向陛下自荐，前往帝都外赈灾。不愧是大哥，简直是吾辈楷模。我也想和大哥一同去见见世面。你也想去？父皇说，多体会民间疾苦，才能更好的当个管理者。以后就藩，我好歹也是个藩王，若是无法管理好封地，父皇肯定会很失望。行，我就带你一起。大哥，俺也想去。你去干什么？你不是要在皇宫当值吗？这几天都是秦元当值，俺休息，反正闲着也是闲着，跟着大哥见见世面。行吧，既然你想跟着也行，不过先说好，一切都听我的。是，大哥。陛下，歇会儿吧。圣旨送到了，驸马现在应该要出发了。奴婢听闻九皇子和陈都尉会一同前往。李治和陈处冲是。陈送完圣旨离开时，看到他们二人身影，就让人打听了一下。李治朕倒不意外，那陈处冲什么时候和苏颜混到一起了？之前苏颜在大明宫时，奴婢就见陈都尉对他称赞不比。怎么，他也想在大明宫打人？这些小子没一个让朕省心的。
老高，你说苏岩那小子真有办法安置那些灾民？奴婢不敢妄断。朕倒是希望他真能把灾民安置好，毕竟那些可都是朕的子民啊，说不定真有惊喜呢。希望吧。我看你欲言又止，有什么话就说。陛下，奴婢万死。说。奴婢送圣旨的时候，驸马给了奴婢打赏，奴婢百般推脱，他却坚持要给。我当是什么事？这点小事你怕成这样？他既然愿意给，你收着不就好了？这小子有钱，若是寻常打赏还好说，但驸马给的实在太多，奴婢惶恐。你好歹也是内侍监总管，瞧你那没见过世面的样子，有多少银子能让你惶恐成这样？陛下，这是驸马给我的打赏。大胆！你一个宦官，竟敢收贿赂！起来吧。下次若是有旨意，还是你亲自去。奴婢遵命，多谢陛下。这帝都内外，简直就是两个样子。灾民年年都有，官府虽然一直在赈济，可杯水车薪，根本顾不过来。今年还算好的了，前几年那才叫灾民遍地。大人，前方有人拦路。谁敢拦咱们的路？俺去会会他。等等。救救我们！救救我们！住手！请大人救救我们！救救我们！怎么回事？大人，小心安全。大人，我们已经几天没吃饭了，求大人赏点吃的吧。别按了，你们是从哪里过来的？回大人，我们是从江南跟着他们一同过来的。你们不知道朝廷在万年县施粥？知道。那为何不去领粥？拿点吃的过来。是。吃吗？叫声哥哥就给你吃。没礼貌的小丫头，连声哥哥都不愿意叫。先吃吧，吃完再说。谢谢大人，谢谢大人。水，喝点水。谢谢大人。你也喝点。看你的样子，应该不是普通的平民。家中做了些小生意，因为洪灾把整个宅子都冲垮了。父亲为了救我和小隼，被洪水冲走。夫君前几日饿死，我们实在没办法，才拦大人的车驾。吃完。可是，放心，最多1天时间，你们就不用饿肚子，全都吃完。现在能说一说为什么不去领粥了吧？我是本次赈灾的巡视使，有什么话都可以对我说。我若是想对你怎么样，会浪费一块饼吗？大人应该是帝都人士，对民间的事情不太了解，所以根本不懂施粥。没错，我第一次出帝都。这施粥也是有讲究的。最开始的时候，他们确实会施舍一些粥水，不过那些粥水根本不够，施舍完就只能等明天。到了后来，虽有粥棚在那里，也有人煮粥，可是粥里面除了糠以外，根本见不到什么米。我夫君就是去领粥的时候被人打断了腿。对我们这些人来说，受伤几乎就代表着死亡。他们还敢打人？大人还算好的。其实灾年最可怕的并不是灾民，而是像大人这种达官显贵。为什么？这个大人若是真想了解，就去万年县问问当地百姓，我就不说了。那继续说施粥的事。没什么可说的了。那些粥棚虽然一直都在，但里面煮的东西根本不会给我们。施粥，不给灾民粥水。大人懂得商贾之道的复用吗？当然，重复利用，让一件物品的价值最大化。你的意思是？大人英明，
这里距离帝都如此之近，他们怎么敢的？小丫头，别怕，那些坏人，哥哥去把他们一网打尽。到时候哥哥带你去个地方，你就不用饿肚子了。别去帝都了，想要吃饱饭就别乱跑，去万年县等着，会有人帮助你们。咱们要不要听刚才那位大人的？好不容易走了这么远，眼看要到帝都，现在又回去。我看那大人挺和善，说不定他说的是真的。哼，那些官员都一个德行，看他那样子才10几岁，说不定是哪家大官的公子哥。这种都是来做做样子，捞个赈灾名声的，哪能办得成事儿？尔等何人？开门。原来是巡查使大人。这城内和城外完全是两种样子，习惯就好了。下官万年县县令朱全见过苏大人。朱大人不必多礼。我们不是去县衙商量赈灾之宜吗？如今天色已晚，赈灾事宜明日再办也不迟。下官已经设好宴席，备上美酒，给大人接风洗尘。这二位是？他叫李治，他叫陈楚冲。下官见过九皇子，见过陈都尉。你就当我们不存在即可。那就在这里聊吧，进去。请上座。这些都是本地酒楼的特色菜肴。他们是？哦，这位是刘恒，万年县刘家家主；这位是周良，周家家主。他们都是当地颇有声名的士绅，也是这次配合朝廷施粥的大善人。原来如此。既然大家都到齐了，那我也懒得一个个去找。呵呵，苏大人，先吃菜，咱们边吃边聊。谢谢。朱大人，汇报一下灾民的具体情况吧。大人何须这般着急？下官不仅准备了酒宴，还给大人准备了礼物。品相不错，的确是好东西。若九皇子喜欢，下官立刻让人再去寻一只，赠与九皇子。朱大人，灾民的具体情况现在可以汇报了吗？你什么意思？是觉得本王买不起？殿下恕罪，下官没这意思。本王只是称赞一句而已。是下官会错了意，下官该死。先把这些收起来。本官此次来是奉旨赈灾，自然要先了解灾民情况。大人稍等，我马上让人拿来。灾民统计和目前县衙的钱粮全都在这里，请苏大人过目。这么多我也懒得看，你直接把结果汇报给我即可。自灾民流入万年县开始，下官就积极组织赈灾事宜。朝廷一共下发赈灾银两40万两，粮食3万斗。赈灾粮耗尽之后，下官用银钱向周围县的士绅手中购买了粮食，坚持每日施粥。如今还剩下5万两余钱。灾民有多少？灾民数额每日都在变动，从最开始的1000余人涨到如今5000之多，而且数量还在增长。2个月时间，40万两只剩下5万两，每日几千两以上的支出，就煮了几锅粥。苏大人应该不知道，如今粮食的价格，现在还未秋收，粮食本就已经稀少，再加上灾情影响，现在粮食比黄金还金贵。再金贵，区区数千灾民能用得了如此多的银两？赈灾可不仅仅是粮食方面的支出，这些是赈灾人员雇佣的支出，
这些是修缮灾民临时安置住所的支出，还有运送粮食的车马费、施粥棚的陈材料、雇佣护卫队维持秩序的费用。不知苏大人还有何疑虑？朱大人办事果然周全，在下佩服。哈哈哈哈！识君之路，忠君之事。本官坐在这个位置上，自然要尽心尽力为朝廷办事。这次灾情，多亏了刘恒这些士绅帮忙，如果没有他们，恐怕灾民比现在更难。下官斗胆为他们请功，请大人明鉴。哈哈，朱大人谬赞了，我等只是尽一些微薄之力而已，都是应该做的。我等虽不是官，但身为读书人，都应该有一颗忧国忧民之心。诸位放心，这些事情我会如实禀报陛下。那就多谢苏大人了。诸位稍安勿躁，大哥，就这么算了。放心，我自有办法。诸位为赈灾之事殚精竭虑，本官佩服不已。在这里替灾民敬诸位一杯。谢苏大人。哈哈，既然正事已经谈完，接下来可以放松一下了吗？苏大人，当然，上歌舞。拿这个考验我，大哥，既来之，则安之。公子，奴家好看吗？好看，身材外貌都很顶级。那公子为何对奴家无动于衷？偷偷告诉公子一件事，奴家还是……抱歉，我没有在大庭广众之下做这些事的爱好。这样啊，要不咱们去房间里？待会儿吧，我现在还有正事要做。大人，如何？大人料事如神。带进来。卑职在民间寻访，听到了一些关于人口买卖的事情。根据打探，最终找到一处仓库，这些就是被拐卖之人。朱大人，来解释一下吧。大人，此事下官不知情，下官不知情啊！你身为万年县县令，地方上出了这么大的人口买卖，你竟然说不知情？下官真不知情。那你们呢？也不知情？我等只是乡野村夫，怎会知晓朝堂的事情？不知大人此话何意？难道是觉得这些事情是我等做的？难道不是吗？真是笑话！我等平日里奉公守法，朝廷有难甚至掏空腰地相助，大人这般污蔑我等，是不是有些过分了？没错，苏大人这般侮辱我等，就算告御状，我等也要讨个说法。一人太甚！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都别这么着急嘛。把你们背后的人供出来，我可以让你们死得痛快一些。大人什么意思？这些奴隶全都是自愿的。大人若是不信，大可随意询问。不用这么麻烦。关闭大门，任何人不得出入。所有人双手抱头，蹲下。谁敢违抗，杀无赦。想跑吗？刚好消消食。没听到俺大哥说吗？违抗者杀无赦。放了他吧。我这人不喜欢打打杀杀，所以你们最好听话。这次算是警告，下次没这么好运了。就凭本大人是陛下钦点的巡查使，见令如见圣上，想死的可以试试。本官定会上奏弹劾苏大人。你应该没这个机会了。你还有你，分别带队去这些士绅府上搜，把他们往来的私信、账本全部给我搜出来。是。其他人去后院搜，敢阻拦者格杀勿练。欺人太甚，简直是欺人太甚！放开我！你们是谁？谁给你们的权力来诛父抓人？灵儿，苏大人，这是犬子，别伤到他。你们在干什么？爹，
爹，救我！这些人进来就对孩儿拳打脚踢，放开我儿子！放开！怎么回事？大人，卑职进去时撞见这几个人正在欺凌一对母女，手段极其残忍。人呢？哥哥，疼。朱大人，你刚才说弹劾我。大哥，全部带下去，分开关押。没有我的命令，任何人不得探视。大人，您现在可明白我说的那句话？众护卫，听令，请大人吩咐。杀，全杀了。大人，真杀！杀！有事情我担着。大人饶命！苏大人，你不能这么冲动。虽然你是钦差，随意杀人也无法与陛下交代。大人，他们不过是一介贱民而已，您真因为他们触犯律法？大人，与我们无关啊！是朱林派人去抓的他们，都是朱林干的。爹，救我！我不想死。大人饶命！大人饶命！除了他，全杀了。我的儿子！我的儿子！把他放下吧。你要干什么？你可知道杀了我是什么后果？拿着。爹，救我！别杀我！别杀我！我给你银子，很多银子。你还我女儿！还我女儿！我的儿！够了。谢谢大人，谢谢大人，谢谢大人。抱歉，如果不是我让你回万年县，你也不会遇到这种事。大人，如果没有大人的话，我们也会被饿死。大人，您是个好人，能遇到您是我们最幸运的事情。大人，您是个好官，我相信您一定能让灾民吃上饱饭。我知道的，你先等等，我把事情处理好，就安排你和那些灾民。大人，对不起，让您费心了。不要！求大人把我和女儿葬在一起。大人，我乃朝廷命官，在罪名没下达时，你若敢杀我，按大前律吕，你也要死。我知道你们身后有人，也知道就算把你们抓起来，那些人也可以救你们出去。大人，杀平民和杀朝廷命官可不一样，你真要为了这些贱民把自己搭进去？苏颜，没必要。你也觉得他们只是贱民？苏颜，如果你再拦我，兄弟都没得做。既然是兄弟，那就一起。本王虽不受宠，好歹也是个皇子。哈哈，既然是兄弟，怎么能少得了我？饶命！饶命啊！为了那些贱民，不值得呀！到现在都还一口一个贱民，对于今天的事情，你应该习以为常了吧？没有，今日完全是个意外。意外？去你妈的意外！朱大人死了，他们竟然真敢杀朱大人，真敢杀朝廷命官！把他们全都抓起来。是，大人。饶命啊！大人，这些人怎么办？废话，他们又没犯罪，当然是放了。走。大哥，咱们这算不算闯了大祸？大人，灾民的消息已经传出去了，卑职还派人去官道沿途宣传。周鹏已经开始煮粥，那些灾民听到消息，肯定会第一时间过来。账本搜到没有？全都装好了，县衙的账房已经在比对，这些人往来的书信也整理出来了，就等大人前去处理。
这是在刘行营卧室暗格中找到的，上面全是暗语，但银两数额写得清清楚楚，共计80万两。那就走吧。这些人做事很周密，信里详细记录了对灾民的筹划和实施，但从头到尾没有一个字提到朱权。明眼人都能看出这些士绅与朱权勾结，就算没有书信记录也没关系吧？你错了，没有证据的话，他们有各种办法给朱权洗脱罪名，特别是你父皇，他得位特殊，想要走人君的路子，最看重的就是这些。杀一个朝廷命官，哪怕所有人都知道他有罪，也得拿出白纸黑字的证据。大哥，怎么？你怕了？说不怕是假的。今日的事，若是传到父皇那里，他定会震怒。放心吧，我既然敢出手，就有一定的把握。若能找到他们买卖人口的证据，咱们就算理亏，也不会受到什么严重的惩罚。这朱权做掉脑袋的事情，不可能不给自己留退路。那些退路就是咱们脱罪的关键，只要做过，就一定会留下痕迹。我已经下令，整个朱府掘地3尺，都要把朱权的退路找出来。其实我更好奇，你为什么会知道他们做的事情？你还记得官道上遇到那对母女的时候吗？当时我在车里听着，你们也只是聊了一些灾情的情况吧。当时说他说一句话，灾年最可怕的不是灾民，而是达官显贵。起初我还没完全懂，但后来一路上看到那些灾民纷纷退避，你记得吗？我们的马车经过，他们不是上来乞讨，而是吓得逃进树林。人是有求生欲的，可他们对于官府的恐惧却超过了求生欲。你觉得是因为什么？我只是初步判断，所以让护卫去暗中打探，不打草惊蛇。直到宴会上，我看到那么多士绅，又查了账本，发现他们的账目虽有小问题，但大体上都能交差，我就断定他们肯定还有别的赚钱手段。所以这么多人要分钱，如果只是朝廷的赈灾款，分下去也没多少，他们把更赚钱的勾当给藏起来了。账目之所以没什么大问题，就是因为真正的大买卖根本没记在上面。那你怎么判断他们背后有人？他们举办这么奢华的宴会，毫不避讳，哪怕有你这个皇子在场，他们依旧毫无顾忌。你觉得这合理吗？一般来说，地方官员面对帝都来的钦差，至少要把表面功夫做好。可这些人非但没有避讳，反而弄了这么好的宴会来招待，用意很明显，他们根本不怕咱们把这些事儿说出去，要么是在给咱们示威，要么是有信心把咱们也变成他们的人。所以这个人是谁？听说了吗？万年县来了个巡视使，刚到就把县令给斩了。我听说那县令欺凌母女，巡查使大人二话不说下令诛杀，还让被欺凌的妇人亲自动手。好官啊！俺活了大半辈子，从没遇到这般为民做主的官。巡查使大人真是好官啊！老苏啊，你家饭菜这么好吃，怎么不早和俺说？你好歹也是个国公，怎么像几辈子没吃过饭似的？来人，添饭！哈哈哈哈哈哈！这些都是妍儿弄出来的一个菜式，你们若是喜欢吃，以后就多来我这儿。你刚才说这些饭菜都是苏妍弄的？哼，爱信不信。我们家妍儿不仅会做菜，还会酿酒。老苏，你这人啥都好，就是喜欢吹牛。苏妍那小子连刀都提不起来，不带兵打仗，难道还想当个厨子？入你娘的！你那张嘴，吃着我儿的饭菜，怎么能说出这么刻薄的话？算了算了，大家好不容易聚聚，别搞这么大火气。俺一向心直快口，咱们几个的子嗣，有哪个像苏妍这般不学无术？俺也是让你多管管他，他现在已经改很多了。实不相瞒，
最近他搞了个淘宝商行，风生水起。你没烧糊涂吧？堂堂将门之后去从商，手摇风扇和奶茶都是那小子搞出来的。我家丫头每日嚷嚷着喝的2两银子一杯的奶茶，2两银子一杯的奶茶是苏妍在卖，按这算，每日能卖上万两银子吧？上万两银子，俺能喝几斤3列谷了。低调低调，这不前几天妍儿给了我几千两让我花，我就找诸位兄弟来喝酒了嘛。哎，能赚钱又如何？有本事你让苏妍和俺家冲儿打一架，看谁更厉害。俺家陈楚冲骁勇善战，从没给俺惹过什么事情。陈憨子，你这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，帝都有几个能打过你家陈楚冲的？切，哈哈哈哈哈哈！这不就说明俺陈霸天教子有方吗？就你那混小子，也配和我儿子比？没看到有客人在吗？慌慌张张，成何体统？说！老奴听说公子昨日去万年县，当晚就斩杀数人，就连万年县令也被他给杀了。大哥，怎么回事？无照杀朝廷命官，这可是杀头的罪名！你他娘的倒是快说呀！万年县令与当地士绅勾结，牵涉了人口贩卖，还欺凌妇孺。公子见之大怒，就给斩了。如果是欺凌妇孺，杀了也就杀了。好小子，有种！这件事麻烦了，那些文官本就痛恨苏妍，现在他又闹出如此严重的事情，如何收场？老苏，你也别太担心，你家小子可是驸马，陛下再怎么也不可能砍他脑袋。哎，苏妍这小子当真让人不省心啊！看俺家楚冲从不出门惹事儿。苏国公，老奴话还没说完。他娘的有屁快放！没看到你们家老爷这么着急吗？杀县令之事，陈楚冲都尉也参与了。老陈，你刚才说你家楚冲从不惹事儿是吧？有为，父亲，救我出去，救我受不了了，这里不是人待的地方。放心，你一定会出去的。饿坏了吧？快吃点东西。慢点吃，别噎着。对了，父亲，冷饮店的事情怎么样了？怎么了？冷饮店已经几天没客人了，全被那奶茶店给抢走了。不可能，咱们不是没提供冰块给淘宝商行吗？他们怎么还能抢咱们的客人？不知道。之前我以为他们有存货，可是这么久了，他们依旧有源源不断的冰块。那奶茶店开张后，直接把双血堂的生意抢完了。现在薛家全城8家双血堂都没有客人，这些都不是主要的，主要的是冷饮行业受到冲击，冰窖内的冰块卖不出去。怎么可能？整个帝都的冰块都是薛家在供应，他们没道理还能弄到冰块啊！而且这样的天气，更不可能从其他地方城市进货。查到他们冰块到底怎么来的吗？每日拉冰块的车是从苏惠国的封地出来的，不仅仅是冰块，就连手摇风扇也是从苏惠国封地那边。我怀疑这淘宝商行和苏卫国有关。苏
卫国，苏卫国只是一介武将，他还会开商行。就算是苏卫国，他又在哪里弄来的冰块？帝都最大的几个冰窖都是薛家的，除此之外，其他冰窖根本无法供应奶茶店那么多销量。难道他能凭空变出冰来吗？没道理的，全城的冰都在薛家手里，他们到底在哪儿搞出来的冰块？先不提这个，当务之急是要让你先出去。父亲想到办法了。不是我想到办法，是那苏颜给机会了。难道他没能处理好灾民？灾民不清楚，不过他杀了万年县令，无照杀官，可是大罪。你觉得这是不是你出去的机会？的确是那蠢货会做出来的事情。这次就算他处理好灾民，也无法洗脱罪名。朝堂诸公可不敢开这个先例。大家都是当官的，无照杀官关乎到所有人。我能想到，等苏颜回帝都之后，朝堂上那些官员会怎么弹劾他。这件事不仅会影响到苏颜，就连苏卫国都可能受到影响。他犯的事太大了，大到根本没法用功劳来弥补。朝堂诸公也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。官绅是所有人的护身符。如果开了这个先例，以后有人效仿，随意斩杀官员，那还得了？我已经联系了赵国公，他会带着诸公一同弹劾苏颜。到时候他想活下去，就必须和我们和解，不然数罪并罚，不仅他要死，苏卫国都会受到牵连。苏颜犯的事情实在太多了，之前就已经被定了流放的罪名，然后又自立军令状，如果未能处理好灾民的事情，他就是欺君之罪，现在又无照杀官，数罪并罚之下，谁都救不了这小子。就怕他明知活不了，鱼死网破。之前苏颜本就可以不去管灾民的烂摊子，两人私下和解，啥事儿都没有。这蠢货，有时候就是一根筋。不可能，他就算不为自己着想，也要为苏卫国着想。就算他想鱼死网破，有赵国公和太子保你，老夫再联合百官施加压力，陛下应该不会要你的命。救你出来并不难。就等那蠢货回京了。多吃点儿，爹已经打点好了，之后每天都会给你送来饭菜。高山林，皇后千秋节的事情准备的怎么样了？回陛下，太子每日都在户部与众大臣筹备，事无巨细，亲力亲为。听说流程全都敲定了，目前已经在招募人手，筹备各种节目了。哼，太子是有孝心的。李治那边怎么样了？怎么了？
九皇子随驸马去了万年县。这逆子，自己母后生辰如此不上心，整日跟着苏颜那小子鬼混。罢了罢了，距离千秋节还有段时间，朕对他的要求也不高，只要他负责的几个地方没有出太大纰漏即可。怎么又有弹劾苏颜的？这臭小子，当真想找死吗？陛下息怒！息怒？你让朕怎么息怒？那苏颜竟敢无照杀官，而且到了万年县第一晚就杀了数人，他这是想干什么？想造反吗？什么？无照杀官？大前开国以来，也就陈霸前干过这种事。那次如果不是他对陛下有从龙之功，早就已经被斩了。真是反了天了！陛下息怒，驸马虽顽劣，但以他的品性，应该做不出这种事情。哼！朕也知那小子最多打人，但杀人还杀如此之多，定是有原因的。不过就算有原因，他不能禀报给朕，非要自己动手。哼，他们倒是聪明，知道拉皇子下水。拉皇子下水？李治那小子也动手了，还有陈处冲，他们一起杀的那县令。九皇子成长了，哼！高士林，奴婢在。下旨，把那几个小子给朕叫回来，朕要亲审此事。奴婢立刻去办。公主，是不是这些菜吃腻了？要不奴婢让他们重新添换一些菜式。这几天都没见到他，应该是有什么事情耽搁了。难道是在准备新的生意？这个奴婢就不知道了，要不要奴婢去查一下？不用去吗？不用。既然公主对她这么好奇，为何不让奴婢去查？我也有事瞒着她。若是去调查她，不就代表我方面在瞒她了吗？对方都没调查我，我也很默契的没有去调查她。如果打破这个局面，我就做不到这么心安理得了。还是你们会玩。公主，有大事发生。何事？奴婢听外面都在传苏颜公子在万年县怒斩县令，如今已经闹得满城皆知。斩县令？听说了吗？苏颜那个败家子儿把万年县令给杀了。早就听说了，那苏颜嚣张跋扈，刚到万年县就连杀数人。此人在帝都虽然作威作福，但是并没有做伤及性命之事。
他恐怕是觉得捞了个钦差的职位，就可以生杀予夺。此子当真是个祸害。我听说那苏颜不是因为查出万年县令买卖人口，才宰了那个狗官的吗？我也听说那县令之子欺辱一对母女，苏公子二话不说就为民除害。没错，苏公子这般刚正不阿之人，尔等为何说他是个祸害？说吗？呵呵，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。他苏颜这般做，就是藐视律法。就算那县令该死，也应该交给刑部审查之后再定夺。他苏颜有什么资格杀人？若全天下人都像他这般目无王法，那天下不乱套了吗？哼，你们这些读书人，整日读圣贤书，没想到竟然帮着那狗官说话。和你这种粗鄙之人没啥可说的。这几日城中到处都在吵这事儿，有人拍手叫好，有人破口大骂。这帝都多少年没这么热闹过了。主人，为何没能杀掉他？属下办事不力，请主人责罚。责罚？你跟了我这么多年，从未失手，为何会在一个区区顽固手中失败了？他是个好人。是个好人。什么时候你还看对方是不是好人了？哼！你知道这一单失败让我们损失多少吗？属下万死！你可不能死！你死了，谁来给我赚钱？这是你第一次犯错，暂且饶你一次。你应该知道后果。多谢主人！陛下也真是的，哼，不就宰个狗官吗？用得着下急诏？灾民的事情都处理得差不多，留在那里也没啥用处，早日回来也挺好的。只是这次回帝都，肯定要汇报灾民如何处置，到时候淘宝商庄老板的事情就藏不住了。其他人倒还好，我根本不在乎他们怎么看，就怕昭昭知道我是驸马后，会不会怕了，不敢再与我往来。希望那些文臣给力一点，不然可真要愁死我了。怒斩县令，不仅是因为当时被那些禽兽给气疯了，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给那些文臣一个理由，让他们逼着陛下把婚给退了。如果能借知这件事退婚，自己没有准驸马这个身份，到时候再给昭昭说些好话，应该就能安抚好他。毕竟他也瞒着自己，我都没有去追问他的身份，大家都做过的事情，那就能够彼此抵消。这次上朝，你们都不要说话，一切交给我即可。
让我说我也说不出个啥。你来，正合我意。这些文臣全都来了，看来他们是铁了心了。这下完蛋了。这件事说大不大，说小不小，主要还是看陛下的意思。我儿子也牵涉其中，下担心也没用，待会儿见机行事吧。陛下，驸马他们到了。宣赈灾巡查使苏岩，九皇子李治，禁军都尉陈楚冲。苏颜，你可知罪？陛下，臣何罪之有？混账！请陛下明示。苏颜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这般冲撞陛下！我与陛下说话，你这个老东西来犬吠什么？是不是上次没被打够？你什么你？话都说不利索，怎么当的官？陛下，此子实在顽劣，闯了弥天大祸，却丝毫没有悔改之心。臣请陛下为其定罪。你在教朕做事？臣不敢。不敢你在这里废什么？朕的问话你都敢打断，你还把朕放在眼里吗？臣万死！臣万死！苏颜，你让朕明示，那朕就给你说道说道。朕让你去当赈灾巡查使，处理灾情一事，你却去多管闲事，做出职责之外的事情，甚至还无照杀官。臣冤枉啊！臣刚立了大功，陛下就对功臣兴师问钻，这也太让人心寒了。哦，朕又如何冤枉你了？臣此次去万年县，可谓是殚精竭虑，尽心尽力处理灾情的事情。一到万年县，就凭借聪明才智破获大案。这2日又为了聚集灾民，臣每日只睡1-2个时辰。陛下看臣的黑眼圈多严重！少说这些有的没的，捡重点。哼，上官大人，此话何意？陛下，就算那万年县令参与买卖人口之事，也不应该由他巡查使去查，而是应该交给刑部去查此事。苏大人不仅越俎代庖，还在没有旨意的情况下杀朝廷命官，已经触犯了律法。苏颜，你又作何解释？陛下，上官大人诬陷有功之臣，当真让人心寒啊！哼，我诬陷你，倒是说说老夫这句话哪里说错了？苏颜，你休得狡辩，无照杀官就是死罪。任凭你再怎么狡辩，无照杀官已是事实。没错，苏大人还是认罪吧。别捣乱，这小子有自己的打算。
一群没脑子的蠢货，还是一群文臣，一个个自称圣人门下。圣人知道你们这些人如此愚钝，恐怕棺材板都压不住了。苏颜，休得在朝堂之上猖狂！没有圣人之学，哪有我等庙堂大员？科举考的就是圣人学说，难道苏大人觉得我等通过科举当官还比不过你一个纨绔？哼，科举不是有手就行。放肆！太放肆了！辱骂圣贤，你该当何罪？这里是朝堂，不是你这个惶口小子撒野的地方。都说完了吗？请陛下斩了此人，为天下读书人做主。请陛下斩了此人。这么大反应，是不是在你们心中，圣人比陛下都重要？呵呵，怎么都哑巴了？圣人之学主要是教化百姓，朕之职责是治理天下，分工不同，没有可比性。陛下，臣并不这么认为。为何？所谓圣人之学教化百姓，可又有多少百姓能读上书？依臣看来，这天下兴盛繁荣，百姓安居乐业，靠的可不是什么狗屁圣人，而是陛下您，是吗？陛下文治武功无人能比，臣相信，在陛下的带领下，大前定能繁荣昌盛。臣也相信，凭陛下的能力，定能成就千秋伟业，成为那让万朝臣服的天可汗。朕能做到吗？陛下，现在是说赈灾之事，别扯远了。没错，苏大人，你就是在转移话题。圣人之学如何暂且不谈，苏大人无照杀官之事，应该给诸公一个交代。我给你们交代。是你们这些尸位素残的狗官，应该给陛下一个交代吧。苏颜，你们一个个在庙堂上高谈阔论，嘴上挂着仁义道德，自称清流，为国为民，可是万年县令借赈灾一事买卖人口，尔等竟然全都不知情。哼，买卖人口又与赈灾有何关系？没错，现在是说你无照杀官之事，别扯其他事情。苏大人就别转移话题了。薛大人，你这个问题问得好。陛下，臣要弹劾整个户部官员尸位素餐，庸落渎职。哼，本官倒要看看你能耍出什么花样。讲。陛下可知，为何朝廷花了那么多银两赈灾，可依旧有如此多的灾民？为何？
因为地方官员根本不作为。笑话，本官一直都在关注万年县的赈灾情况，城外每日都会施粥，县令朱全联合当地乐行好施的士绅一同赈济灾民，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。的确，城外是有粥棚，每日施粥，可薛大人是否知晓，那些粥每日重复加水，重复煮，但每日账本上都记录着钱粮消耗。不可能！户部一直有人负责监督事宜，从未发现你口中说的这个问题，而且账本全都能够对上。薛大人所说的负责人，是否是文远？文大人，本官一直在监督赈灾事宜，万年县每日都有施粥，各种账目全都能够对上。如果有问题，本官绝对能察觉到。那如果文大人和那万年县令是一伙的呢？陛下，苏大人诬陷朝廷命官，请陛下为臣做主。苏颜，你可有证据？陛下，臣准备了许多证据，就在殿外。拿进来。这些都是灾民的联名书，数千灾民都证实了假施粥这件事。灾民愚钝，苏大人又是巡查使，逼迫他们写联名书，不是很简单。哼，别着急嘛，文大人。我既然点了你的名，自然还有其他证据。陛下，臣此次赈灾，不仅发现贪墨灾款，还发现那万年县令借着灾情买卖人口。而朝廷赈灾之所以如此困难，就与这买卖人口有绝对的关系。详细说来，不知诸公有没有听过这样一句话：灾年最可怕的不是灾民，而是达官显贵。上官大人可听过？你问本官干什么？本官又未管理过赈灾之事。张记主，圣人学说中可说过与此事有关的话？哼，圣人言的是仁义礼智信。圣人学说是用来教化万民，你这问题问出来，显得很无知。陛下，外面之所以有如此言论，就与这买卖人口有关。灾年，商人和士绅囤粮已经是心照不宣的事情，而粮食短缺，肯定会在短时间内让粮价暴涨。朝廷想要赈灾，就要花费数倍价格购买粮食，这对朝廷来说将是一笔巨大的开支。这是他们赚的第一笔国难财。他们就算赚了这些钱，朝廷也没有相关的律法去制裁，毕竟买卖本就是互相的选择。但是这点钱怎么能满足他们的胃口？你的意思是，他们真正的目标是买卖人口？陛下圣明，一下便想通了其中的关系。说重点。若是强制买卖人口，被朝廷查到之后就是死罪，那些人自然不会这么蠢，他们等的就是大灾之时。消极赈灾，先把朝廷的银子赚了，然后再赚灾民手里的银子。等灾民银子赚完之后，那些灾民想要活下去，就必须卖儿卖女。这时候，他们不仅不会压价，反而会用市场价去购买那些人口。为何？因为这样符合律法，符合自愿买卖，就算被查出来也没事。而且他们不仅不会压价，反而还会比市场价高。
若是不压价，又如何赚钱？买卖赚钱的本质就是低买高卖，赚取中间的差价。如果不压价，那他们通过什么形式赚钱？陛下有没有想过，那些卖儿卖女的钱，到了灾民手里之后，是用来干什么的？都快饿死了，自然是买粮食，这是常识。粮食又在谁手中？该死！这些人都该死！这些人赚朝廷的钱也就算了，他们竟然两头吃！好，好，好，杀得好！不愧是我苏家的种。此事俺老臣也赞苏颜。陛下，苏颜这是为民除害，不仅无过，反而有功。苏颜此举是大快民心之事。那万年县令和当地士绅罪该万死。苏颜此举是大快民心之事。所以，臣这个临时的巡查使，都能轻易查出来的事情，为何户部的诸位大人一个个都不知情？所以，薛大人和文大人到底是尸位素材，还是与贼人沆瀣一气？苏颜，你休得血口喷人！这些不过是你的一面之词而已。陛下，这些全都是万年县令与士绅勾结来往的信件。呈上来。好，好，好，一个小小的县令，竟然敢这般目无王法！陛下，臣掌管户部琐事众多，不可能每一件事情都能管得过来呀。陛下，臣一时疏忽，一时疏忽。你知道这一时疏忽有多少百姓，让多少百姓在背地里骂朕是个昏君吗？陛下，这些是万年县令与户部侍郎文远的书信往来，其中明确记载了两人勾结士族。陛下饶命！陛下饶命！来人，革去户部侍郎文远的官职。拖下去，凌职处死。其父母兄弟统统贬为庶民，世世代代永世不得为官。是，陛下，且慢。那万年县令在被臣拆穿买卖人口时，表现得有恃无恐。臣猜测，他背后之人应该不止文远，甚至已经形成了一套非常完善的产业链。只不过，臣在他府中只搜到与文远的书信，这文远背后之人，只有他才知道。臣请陛下彻查此事。陛下，臣觉得当务之急是赈灾要紧，其他的事情等日后再查。上官大人这么着急阻止，不会那背后之人就是你吧？本官以民生为重，苏大人何必诬陷？上官大人难道不知，这些蛀虫不除，以后只要有灾情，又会陷入朕为难的境地。好了，此事等房相回来之后再行庭议。“
先把这狗官关进大理寺，严加看守。诸公觉得薛尚书此次应该判个什么罪？薛大人身为户部尚书，虽然每日管理的事情驳杂，有些疏忽在所难免，但是此事事关重大，他御下不严，应该定个失职之罪。上官大人认为只是个失职。从目前得知的信息来看，此事薛大人并不知情，一切都是那文远欺上瞒下。陛下，臣觉得上官大人说的没错，薛大人平日里官声极好，这次只是太信任部下，有所失职。臣附议。臣附议。行吧，既然诸公都以为薛尚书是失职，那就罚薛大人1年俸禄，并且在1个月内查出赈灾银两的去向，还有此事牵扯的人全都抓捕归案。臣遵旨。至于苏岩，短短几天时间就破获如此大的案子，当真让朕刮目相看。主公觉得该怎么赏赐？陛下，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。那万年县令虽然罪大恶极，但他是朝廷命官，律法有令，朝廷官员应该由刑部审查。陛下定罪之后，再按照判决处置。苏岩无照杀官，已是僭越。上官大人说的没错，公是公，过是过，此事万万不可开先例，如何保证？臣附议。臣附议。你们非要咬着他一个错误不放。咱们打仗都有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的说法，事急从成。苏岩斩县令，虽然违背律法，但那个县令的确该死，他并没有杀错人。上官老二，有本事和俺打一架，欺负一个晚辈算什么本事？粗鄙之人，粗鄙总比你这个虚伪小人好。你连自己外甥女婿都要针对，真不是人！呸！陛下，陈将军如此扰乱朝堂，殿前失仪，请陛下降罪。够了！陛下，臣有一言。陛下，臣觉得李将军那句“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”说得很不错。苏岩此举虽是不妥，但他同样也立了大功。魏臣苏岩，魏大人，你当初可是弹劾过苏岩的，现在又为他说话。上官大人说笑了，本官填和的是苏大人与安宁公主的婚事，可这次苏大人此次赈灾，查出官员贪腐，联合士绅买卖人口，实属大功一件。哼，那魏公觉得这件事如何处置才算妥当？臣觉得功过相抵，方为上策。功过相抵，诸公觉得魏公这个田议如何？哈哈哈哈哈哈！陛下，俺老臣没意见。功过相抵，自然可行。不过，苏大人破获贪污的功劳，怎么能抵得了死罪？没错，无照杀官是死罪，岂是一个贪污的功劳能够抵消的？至少也要再加一条功劳，
若是苏岩将灾民安置好，2公抵1顾才合理。如果只是查了个贪污案就能免去死罪，如何让天下苍生信服？这是会影响到律法威压的啊，陛下！苏大人之前可是下过军令状，一定能够安置好灾民。如果没能顺利完成，就是欺君之罪。按照大前律法，欺君同样是死罪。不管怎么样，今日苏大人这罪恐怕脱不了。哼！这是我家。你笑什么？哼！既然要兑现，那就兑个彻底吧。当然是笑你们这群虚伪至极的狗官。欢迎来到对抗路。你，哼哼，死到临头还敢大放厥词？放肆！陛下，这苏岩3番2次在朝堂辱骂我等，陛下难道真要眼睁睁看着百官颜面扫地吗？苏岩，注意素质。好的，陛下。诸位大人，怎么知道我没安置好灾民？呵呵，那请苏大人说说看，如何安置的那些灾民？查清人口买卖的来龙去脉，已经让人很意外了，怎么可能有时间安置好灾民？我为什么要和你说？你，嘿嘿，要说也是和陛下说。陛下，其实要安抚灾民很简单，臣能想到不下于10种方式。哼，大放厥词！安置灾民一直都是本官说话，你这老东西插什么嘴？请，要不你来讲。你还敢骂本官，真是猖狂至极！你不知道打断别人说话是一件很没教养的事情吗？继续说。哼，臣用的法子叫以工代将。何为以工代将？嘿，臣前段时间开了一家商行，如今生意还不错，正是缺人手的时候，所以就让那些灾民去臣的工厂做工。是啊，这败家子还会做生意。大家都说将门虎子，没想苏家世代忠良，竟然出了一个商贾之流。当真是把苏将军的脸都给丢尽了。苏岩，你前番立下军令状，严严有办法安置江南灾民，今日便说说吧。回陛下，臣的办法是以工代战，你让灾民去做工。正是，臣已在江南设立工坊，让灾民入坊劳作，臣提供食宿，每月发放工钱。陛下，那些灾民已经很难了，苏大人竟然还强迫他们去做工，这完全是在剥削百姓。自古以来，赈灾都是朝廷安抚百姓，苏大人竟然和生意扯上关系。苏岩，让灾民做工这件事的确有些不妥，传出去对你名声也不好。陛下，臣可不是让灾民免费做工，臣不仅给那些灾民提供食宿，每个月都发工钱。陛下与诸公此言，是真不知民间疾苦。你们觉得他们需要的是施舍，还是活下去的希望？大胆！苏岩，你说我们也就算了，竟然敢说陛下，冒犯圣上，你该当何罪？你能不能不要打岔？哪怕朝廷不在乎国库压力，一直给灾民施粥，1个月、2个月没什么问题，但是要到下一年秋收，灾民才能重新维持生计。陛下觉得这个办法合理吗？陛下刚才说让灾民做工不妥，那臣想问一句，陛下当真了解灾民想要什么？当然是吃饱穿暖。可是施粥给予物资，真让那些灾民吃饱穿暖了吗？继续说，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，
臣给了他们生机，让他们能够通过劳动获取相应的报酬。臣工厂的劳动强度在他们看来和休息没什么两样，再加上每个月臣都给工钱，他们也有了盼头，又让朝廷没有过库的压力，这一举多得的事情，不知诸公为何有这么大的反应，还给我扣上为祸苍生的帽子？难道是因为我以工代赈，让诸位无法从赈灾中捞好处了？授人以鱼，不如授人以渔。的确，这以工代瞻实属妙计也。按照苏颜所说，他这个以工代瞻的确妥善安置了灾民，而且朝廷也没有花费钱粮。灾民有数千之众，你确定能发得起工钱？我说上官大人，你对我财力一无所知，不知诸位可曾听过淘宝商行？在下不才，正是淘宝商行的老板。什么？苏颜竟然是淘宝商行的东家？他一个败家子儿，如何能把生意做得这么好？目前帝都最火热的商行，竟然是苏颜开的，难以置信，实属难以置信。淘宝商行竟然是你开的，苏将军，淘宝商行竟然是你家开的，你怎么不早说？你们都知道我这人喜欢低调，早知道是你家开的，以咱们的关系，至少也要打个5折吧，10两银子一台手摇风扇，俺家那小子非要买，还有那奶茶2两银子一杯，俺的这点俸禄全都花给你们家了。老苏，咱好歹也是战场上的过命交情，你赚我们的钱有些说不过去了吧？我就猜到会有这种情况发生。淘宝商行竟然是大哥开的，本王也有股份。哼，大哥不愧是大哥，这么大的生意，一天不得赚几百两银子？兄弟，你格局实在太小了。我爹可是念着诸位叔叔伯伯的，他在府内为诸位准备了会员卡。苏颜，何为会员卡？持会员卡之人，就代表着是我淘宝商行最尊贵的客人。日后持会员卡进去淘宝商行购买东西，不仅不会排队，还会有专人服务，而且价格也仅需2折。那个贤侄啊，会员卡有多少张？要求是什么？会员卡数额不多，只要我爹同意给就行。老苏，这会员卡无论如何都要给我1张，全然把话砸在苏卫光厨石上。当年可是俺从死人堆里给你救出来的，不给会员卡说不过去吧？老苏，你就说咱们10几年的交情，值不值1张会员卡？陛下，大明宫何时？菜市场大殿骤然无极。苏颜，这里可是朝堂，岂是你宣传商贾之事的地方？陛下，这成何体统？这些事情私下去说。臭小子，就知道把烂摊子甩给我！所以，上官大人觉得以我淘宝商行的财力，养几千人难吗？诸公若是有不同的意见，尽管与我说。既然诸公都没意见，那这件事就功过相抵。不过苏颜此次居功至伟，若全部抵消，倒是显得朕过于小气。这样吧，封苏颜为开国县男，10业就算了。苏国公府旁边的3000亩地给你，让你安置灾民。陛下，臣觉得不妥。魏公请讲。自古以来论功行赏，功过相抵最为合适。若是再有封赏，恐会让陛下落人口舌。如此大功，当不得封赏。陛下似乎忘了，苏大人此次赈灾是弥补他长郭薛大人的过错。真要说起来，他还有一过。陛下，魏公说的没错，苏颜大闹朝堂的事情还没定罪，如今赏赐恐怕不妥。陛下，功过相抵自然是应该的，但苏颜的功劳可抵不了他犯下的错。大闹朝堂若不处置，恐让皇权失威呀！陛下，确实
所以，尔等准备让朕如何治苏颜的罪？臣依旧坚持之前的弹劾。苏颜声名狼藉，不是安宁公主的良配，还得是魏公啊，这人能处。魏公的意思是，苏颜立下如此大的功劳，还是要让朕退婚。苏大人有功不假，陛下赏赐他爵位也没问题，但驸马之位关乎皇家颜面，臣请陛下三思。魏公所说不无道理，况且苏颜现在又从事商贾之事，自古以来士农工商，商人排在最末，怎可与公主成婚？请陛下三思。你们这是在逼朕做一个背信弃义的昏君！陛下，臣有话要说。讲。臣觉得诸公说的没错，臣虽是国公之子，可名声非常不好。再加上从事商贾之事，娶长公主难免会让皇家沾染上流言蜚语。苏大人如此明事理，倒是本官之前错看了。哈哈哈哈！魏公此举也是为国为民。虽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，但臣觉得强扭的瓜不甜，婚姻是一辈子的事情。若是两个人没有任何了解就成婚，对臣和公主都不公平。而且魏公说的没错，臣名声狼藉，实在配不上公主。陛下若是一大可以其他方式赏赐，没必要搭上安宁公主的终生幸福。这小子脑子里到底怎么想的？难道他和自己女儿接触这么久，还没感觉？要知道李昭可不止一次在他面前夸过苏颜，好像这两个人都不知道对方身份。苏将军，你怎么看？孩子长大了，有自己的想法。臣觉得，既然小辈不愿意，这件事儿就算了吧。苏颜，我再问你一次，退婚，你真不会后悔？臣不后悔。终于要退婚，不用娶个祖宗回来了，而且昭昭那边也可以有个交代。自己为了他放弃当驸马，这不把他给感动的主动投怀送抱？既如此，那苏颜与安宁的婚约作废。不过念在此次苏颜立下大功，开国县男的爵位奖励照旧。自从知道他就是苏颜，心里就总有种说不出的感觉，而不是单纯的愤怒或讨厌，而是某种更深的理不清的人。我竟然在不知情的时候认可了一个自己最讨厌的人。听说他嗜赌如命，惹是生非，可接触下来，他不仅诗才出众，还有别人没有的商业头脑。这个纨绔一次次给我惊喜，甚至让我觉得好像只要有他在，什么事都办得成，太不真实了。而且婚约退了，我以为会轻松不少，可现在怎么一点也高兴不起来，太不真实了。而且婚约退了，我以为会轻松不少，可现在怎么一点也高兴不起来。昭昭，几天没见，有没有想我啊？没想到苏老板竟然是国公之子。叫苏老板就有些见外了吧？你不能因为我的身份否定了我这个人吧？我本来就不是个正经人。也对，你本来就是个纨绔败家子。那是世人对本公子的误解。你见过败家子这么会赚钱的吗？那你怎么不解释？我苏颜一生行事，何须向他人解释？听说你在朝堂主动退婚了。退了。安宁公主那般金枝玉叶，你都舍得？什么狗屁公主，狗都不娶。你当真这么讨厌公主？必须的呀，之前不是说了吗？公主从小娇生惯养，打不得骂不得，特别是那安宁公主那么受宠，娶回来还得小心翼翼的伺候，要是没伺候好，被陛下知道了，几个脑袋够砍。而且我觉得成亲是一辈子的事，至少也要互相了解之后才知道能不能过一辈子吧。昭昭，怎么了？没事，公子的所言正是我之心意。命运就是这样捉弄人的吗？所以咱们恋爱观一致，也互相喜欢。昭昭，要不把住址告诉我，我立刻让父亲去提亲。这男人怎么每次都这么直白？你看，我现在的身份你也知道了，
总不能一直不让我知道你是谁吧？公子能否再给我点时间？怎么，还想再观察观察我？你就当我是因为这个，最多1个月，我一定和你说。行吗？那再让你观察1个月，1个月后若是满意，我就上门提亲哦。你若是想，也可以。他不知道我有多怕他知道我就是安宁公主，到那时候，他会不会对我敬而远之？嘿嘿，这可是你说的，拉钩！幼稚鬼！谁反悔谁是猪哦！他都侮辱圣人了，那些读书人视圣人为信仰，怎么可能还心甘情愿花钱？哼，那咱们打个赌如何？如果我能让他们心甘情愿掏钱，你就亲我一下，你就说赌不赌吧？赌就赌，我就不信你还能说服那些读书人。嘿嘿，说定了，可不许反悔。就是他！圣人岂容轻辱，有辱斯文！出来！诸位，诗词大赛已经结束，接下来由我为大家接榜。老板，把原稿抬上来。按照开业活动规则，本届诗词大赛冠军将会获得白银1000两。当然，为了让参赛的选手都能获得参与感，前10名本店也会送出奶茶券，第2名100张，第3名80张，第4、第5名50张，递名到第10名每人30张奶茶券。凭券可以在店内不用排队兑换奶茶。